我是华国人，我们国家是5大常任理事国之一。你们如果动了我们华国人，到时肯定会很麻烦。我要求优待。终于，地牢里一个拿着 AK 的武装分子听到了臣子的喊话，凑过来。你是华国人啊嘛？你怎么混进来的？兄弟，我没想混进来啊，是你们混战把我抓进来的。我是来工作的，我是来建设你们美好又富饶的非洲大陆的。我是好人，我没有任何的恶意啊。化非有意，万古长青；化非有意，海枯石烂。我们从来没剥削过你们非洲人民，咱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我们带来的只有爱和援助，几百亿、上千亿的里面的真金白银啊！我们是真爱你们啊！行了，我去和我们将军说一下。牢房里还有一个红发美女和一个高挑女模特，这2位吓得浑身颤抖，连自救都不敢呼喊。在那一个劲的祈求上帝过来搭救他们。都这时候了，上帝也管不了啊，还是想办法自救吧。我感觉自己这回自救还是有希望的，主要是我这个皮肤很容易说清楚，敌对军阀内部不可能有黄种人吧。果不其然，刚才的小黑又走了过来，直接打出了房门。华国人，你可以出来了，我们将军想要见见你。谢谢，谢谢，太感谢了，果然是国家富强了，面子都大了。另外那俩漂亮国美女和意大利模特同样激动地喊道：我是漂亮国人，求求你了，放过我吧。我是意大利人，我们国家没做过什么坏事，请放过我吧。滚滚滚！两妞瞬间害怕的不敢呼喊了。哼哼，不好使了吧？还得是我们华国人啊有面。这边来，快点的！走出地牢后，天空中灼热的阳光照射在臣子身上，臣子却有种说不出的舒服。不管用什么办法，这地方是绝对不能再进去了。快走，快走！这个军阀的营寨依山而建，木质房屋和草屋居多，现代设施却很少。看来这个军阀混的也不怎么样啊，感觉就像个土匪头子。木屋里，一群黑人军人正在开会，其中一个30来岁、肌肉紧实、皮肤黝黑的中年男子坐在最中间的位置。此刻看到臣子被带了进来，他率先起身，显得极为热情。我的华国朋友，你受惊了？没想到这位黑人军阀还挺会搞外交，还挺会搞礼贤下士这一套的。没有，我很好。那就行，你们继续讨论。然后转身对臣子说道：华国人自然不会是我们的敌人，咱们是朋友，永远的朋友。对，朋友，永远的朋友。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只要放我走就行。你还不知道我的名字呢吧？我叫艾隆大卫，你可以叫艾隆。不，艾隆将军你好，我叫橙子，一个普通的华国人。哦，橙子，我记住了，我们冈比亚现在又要打仗了，但在这么多股势力中，我们全国抵抗军对你们华国人是最友善的。一会儿我会派人把你送到你们国家的大使馆，你可得和那些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说清楚，我们全国抵抗军可没亏待你。我懂，我一定会说的。看来这个军官还是挺聪明的，知道名声的重要。那就好，我可没必要杀一个华国人来败坏自己的名声，何况华国在非洲以及我们冈比亚的影响力还是挺大的。现在政府军已经彻底被打散，我的目标可不是做个山大王，所以必须和其他国家的大使馆搞好关系，得标给华国的朋友弄点吃的。是首领。刚才带臣子来的小黑拿出一盒牛肉罐头递给臣子，吃吧，吃完了就送你回去。谢谢。臣子是真饿了，看到牛肉罐头，立刻拧开大口的吃了起来。别的不说，还挺好吃，希望可以安全回去，可别再整出什么岔子了。经过这一遭，我算是想好了，这个鬼地方要彻底打内战了。别说年薪30万了，麻蛋年薪60万也不干，回去我就辞职。在国外太吓人了。另外一边，艾隆将军继续开会。将军，穆罕默德那里咱们是必须要去救的。他不仅是咱们的重要盟友，主要是穆罕默德说了，只要咱们这次救了他们，他就会带着所有人马归顺咱们，到时咱们的地盘和人就更多了，甚至可以占领城市。将军，咱们不能去，阿布巴的全部军队都已经扑了过去，已经将穆罕默德团团包围，咱们去无非是增加一些伤亡，根本不可能救得了穆罕默德，反而会因此损失惨重。可这么好的机会，如果放弃，咱们占领城市的时间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。咱们可以和穆罕默德约定好，前后夹击阿布巴，这样阿布巴必然不好受。可问题是，阿布巴调动了所有人马，咱们这么去，必然占不到什么便宜。众人纷纷议论着，臣子在边上正好听到。这些黑人可真够是笨的，既然对方已经全军出动了，你就反其道而行，去打他的老巢啊！到时他们必然回援，半路上设下一个埋伏点，把那个什么阿布巴也给收拾了一石三鸟，这多好啊！清朝出动乃是兵家大忌，围魏救赵，多简单啊！我们老祖宗几千年前就会玩的玩意，他们现在还不会呢，真是够笨的。要不说2句吧，毕竟吃了人家罐头，不能白吃。咱们华国人以德报德的优良品质不能落下。艾隆将军，既然那个阿布巴已经把所有兵马都派去围攻穆罕默德了，他的后方基地肯定空虚，你们不如去进攻阿布巴的老巢，这样阿布巴肯定得撤军，要不然基地就被你占领了，这样穆罕默德那里的包围不就自动解除了吗？
就算阿布巴不回家，铁了心的死磕穆罕默德，你也可以打个秋风，把阿布巴老欧里之前的东西一扫而光，两不耽搁。而且我感觉这个阿布巴多半是得回家救援，因为穆罕默德一直和他死磕，他的基地又被你占领，他可就无地可去了，到时就更好办了。你甚至可以提前和穆罕默德说好了，阿布巴不撤军，就让他玩命死顶，消灭阿布巴的有生力量。如果撤军，就让他立刻带领自己的全部人马追击阿布巴，阿布巴肯定无心恋战，且战且退。如果艾隆将军你在途中找一个最适合的伏击地点，再打个伏击，没准就能把阿布巴收拾了。既能帮助穆罕默德解围，还能攻占阿布巴的地盘，还解决了阿布巴，多好啊！这不就是一石三鸟吗？被告人陈子在非洲期间指挥作战次数755次，吞并部落和军阀36个。根据华国诉讼法第111条规定，被告人陈子触犯战争罪，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，缓刑1年。华国兄弟，你刚才说的太对了，我们就该反其道而行，去进攻阿布巴的基地。我的天，我怎么没想到还可以这样呢？是啊，这计划简直天衣无缝。这计划太厉害了，华国兄弟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就随口一说，麻蛋，我只是想报答那一顿牛肉罐头而已。兄弟，你随口一说，就比我们议论了快1个小时的结果都强。华国朋友，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呀？怎么听我们说几句就能制定出这么好的计划呢？简直太逆天了。是啊，就我这脑子，给我3天3夜，我也想不出这么好的计划来。不用说3天3夜了，7天7夜你也想不出来。华国兄弟，你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，你给我们好好说说，我们是不会亏待朋友的。艾隆拉着陈子坐在了他的座位上。那个行吧，既然你们都这么问了，那我和你们好好说说。艾隆将军，你详细的给我说说情况。被包围的叫穆罕默德，是我们的盟友，我们同属反抗者军。他和他的军队现在已经危在旦夕，所以他开出条件，只要我答应帮他解围，他就带领他的地盘和人马都投降到我的麾下。至于说敌人嘛，是阿布巴，这个阿布巴是附近最大的一伙反政府势力，比我们要强大许多，但和我们不是一路人，平时有过一些摩擦，但没怎么真打过。如果正面对决，我们必然很难取胜，所以你的计策真的很不错。这样啊，情况我大概是了解了。这些自称反抗军的，其实就是一伙土匪和另外一伙土匪，打着反抗者军的名号，其实和土匪没什么区别。占领一个山头就敢自称将军，占领一座城市，那就是附近最大的军阀了。既然这样，就如同我刚才说的一样，来个围魏救赵，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典故。具体什么内容我就不详细说了，反正就是你想给穆罕默德解围，就得进攻阿布巴。等你把阿布巴老窝的有生力量都消灭了，阿布巴没了基地，没了补给，指定不能鏖战，所以怎么算都应该去掏他的基地。不过阿布巴一听说基地被袭击，肯定会立刻调转车头回家救援的。到时你们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埋上一些地雷，打个伏击，那不是轻松搞定？那时这些地盘不全都是你们得了？没错，就是这样的。穆罕默德肯定会死顶的，不用我说他也会拼命，因为他和阿布巴有仇，而且那是他地盘，所以只要咱们把计划告诉穆罕默德，他肯定会同意。嘿嘿，到时阿布巴就等着被咱们埋伏吧。几个小黑哈哈大笑，反仿佛看到了胜利在招手。我们队伍成立至今没见过这么好的计划，这计策实在是妙，还非常高。不，应该是在你们接受的教育里也没有这样好的谋划。这次我感觉是我们消灭阿布巴最好的机会了。阿布巴恐怕怎么也没想到会被咱们掏家，他的老巢必然有很多金银珠宝和武器，哈哈，发达了，发达了。对，这个阿布巴居然敢把所有兵马一次性都调动出去，太笨了，简直是自取灭亡。他这次倾巢而出，肯定是和那个穆罕德有大仇，又知道你们和穆罕默德关系好，怕你们去救援，就摆开了这样的阵势，想吓退你们。兵者，鬼道也。没错，你分析的都太对了，都是我们想都没想过的。哈哈，你真是个人才。各位时不待我，我看你们就先别高兴了，还是先想想哪里打伏击比较好。你们了解阿布达，既然认定了他会在你们进攻他的基地时回援，就更应该提前想好了。兄弟，你提醒的太对了，阿布达不可能放弃自己经营了这么多年的地盘，再加上穆罕默德如果一直死磕，他必然会反攻。我看就在苏坦公路伏击阿布巴最合适。没错，他一定选择走最快的路，到时咱们一伏击，肯定给阿布巴打傻了。可是咱们没多少地雷，这不太理想啊。不要紧，只要咱们占据有利位置，就算不能全歼阿布巴，也能消灭他个7、8成的有生力量。那就这么办，走，行动！艾隆大步就往外走，等到了门口，才想起陈子。我的华国兄弟，你就等我们的好消息吧。啊，不送我回大使馆了。艾隆将军，你刚才可是说要送我回华国大使馆的吗？我现在帮了你们的忙，你不应该更快的送我走了吗？你可不能出尔反尔啊！我的朋友，你大可放心，我说过的话当然算数。我说送你回去，就一定会送你回去的，但也不差这一时半会的。你稍等下，这里有电话，我会随时给你打电话的，通报战斗进展情况。如果有什么地方我们做的不对，你尽管指点我们。这次行动，我们都听你的。对，朋友，你可得在后方给我们指点指点，这样我们才好有底。
没错，战争情况瞬息万变，你这就走，那可不行，你可得帮忙帮到底啊，要不然我们心里发慌。当然不会让你白帮忙的。等我们占领了阿布达的地盘，里面的金银珠宝、美女、礼金，你随便拿，想拿多少拿多少。真的假的？这么好吗？发个战争财我乐意，我还没媳妇呢。国内的彩礼钱可是水涨船高，如果能捞上一笔，那也算是意外之喜吧。行吧，那我就送佛送到西，再给你们继续指点指点。关键时刻还是要靠老祖宗啊，祖宗们靠你们，我可要发财了。兄弟，你就在这等着接我的电话就行了，其他一概不用去管。我们走。臣子被留在了作战室等电话了。哼哼，等着吧，等回了国，和同学朋友吹牛时，也可以吹嘘了。小爷我在非洲曾经指挥过一场战争，哈哈哈哈哈！恐怕到时候邻桌都得给我敬酒。没用1个小时，桌子上的卫星电话响了起来。我的朋友，如你所料，阿布达在听说基地被我们袭击后，立刻撤兵回援了。而我们已经占领了这里，阿布达根本没想到我会这么做，所以并没安排什么守军。我们不用1个小时就已经占领了他的地盘。这小子的军火库已经被我们发现了，哈哈，足够我组装一个1000人队伍了。这次真的发达了。那你安排人去埋伏地点了吗？埋伏才是正事，占领阿布达的基地不难，难在消灭了阿布达，从而解决这个隐患才是正事。我已经派了1半的人马去打伏击了，也通知了穆罕默德，他会沿途追击，我这就过去帮忙，你就放心吧。这场战争会和你预想的一样，我们必然会大获全胜的。不可啊，艾隆将军，骄兵必败，你不能骄傲的过早。阿布达能成为这个地区的老大，必然是有些本领的。现在他基地被你偷袭了，必然会和你玩命，狗急了还跳墙呢。所以你一定提前做足了准备，要不然很有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。而且阿布达会不会再来掏你老窝啊？我的兄弟，你放心好了，我那里什么都没有，阿布达去了也没用。再有就是他没那么聪明，他的武器库、金库、钻石库都在他的基地里，他怎么可能去其他地方呢？你就放心吧。那就好，那你们赶紧行动吧。随时保持通话，切记也要提醒你的手下，成败在此一战，赢了一切都好说。如果这样都输了，那可就彻底完了。所以一定要小心，狮子搏兔也得全力以赴。好，我一定会听从你的安排，稳扎稳打，一定要把这场战斗当做最后一场战斗来打。好，行动吧。华国大帝不养闲人，有人称我为第3帝国幕后黑手，还有人称我为东方导师，而我的传奇之路还要从那次被抓说起。人在军中做，决战于千里之外，请叫我非洲诸葛亮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看你今天也就16、17岁的样子吧，怎么就跟着艾隆将军开始打仗了？我叫奥德彪，今年17岁了。我喜欢当兵，喜欢拿枪的感觉。那个你再帮我个忙吧。什么啊？你把和我关在同一个地牢里的那2个女人带过来吧。艾隆将军只是让我照顾你，这不行吧？哎呀，你们艾隆将军都说了，让你照顾我，你看我一个人多没意思啊。那2女人闲着也是闲着，让他们过来陪陪我。奥德彪有些迟疑，想了想，好像是这么回事。好吧，我这就去。哈哈，谢谢你啊，那2妞可是很不错的，漂亮国妞主打一个胸大，一大一那妞主打腿长啊，在国内这种机会可很少，这次遇到了可不能错过。你们2个出来，跟我走。你们不能对我乱来，我是漂亮国人，我的推上关注了有很多陆战队的阿兵哥，我只要告诉他们，他们一定会来救我的。我是来走时装周的，我是模特，你们放了我吧。2女以为等会必然会要面临黑加白的折磨，所以哭得格外伤心。快点出来，别墨迹，跟我走。等进入作战室，德彪兄弟，谢谢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看到持枪的黑人竟然听臣子的，2女顿时傻眼了。 Oh my god， 这是什么情况？这些黑人怎么会听你的？行了，叫你们来不是准备上演黑加白的精彩大片的，是我叫你们来的。嘿嘿，咱们也算一起蹲过耗子的朋友了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我还是能做到的。我这人啊，没啥缺点，就是太爱怜香惜玉了。别傻愣着了，吃吧。谢谢，太谢谢你了。华国男人，你太好了。漂亮国妞和意大利妞立刻激动地走到桌子上，开始吃牛肉罐头。咱们3一起关了这么久，还没自我介绍过呢。我叫橙子，你们呢？我叫杰西卡。我叫索菲亚，我是名模特。我来冈比亚是来参加活动的。我太倒霉了，一下飞机就被这些黑人军阀给劫持了。你呢？你怎么没事了？对啊，你怎么没事了？没办法，我是华国人，我们华国在非洲还是很有影响力的，所以你们只能沾我的光，才能在这吃牛肉罐头了。华国男人，谢谢你。对，你简直就是我们的救星。华国男人，你可知道那些非洲军阀会怎么处置我们吗？我只希望他们不要对我动粗，我害怕。行了，你们俩快吃吧，吃完了可别忘了感谢我。华国男人，你能帮助我们回家吗？你是不是已经获得自由了呀？哎呀，我知道的，你们华国在非洲这些年影响力很大，所以就放了你。那你回去后可以和我们国家的大使馆联系一下吗？要不然我父母这么长时间联系不上我，还以为我嘎了呢。
对，一会儿一定要先要回自己的手机联系父母，要不然他们老两口还得吓晕过去不可。父母在，不远行，古人诚不欺我啊！这次回国哪也不去了，一定老老实实的在家待着。杰西卡、索菲亚则是看明白了，臣子能帮他们，立刻更热情了。华国男人看得出你是个很有能力的男人，你能不能帮帮我们啊？我们不希望成为那些黑人的玩物。那就先伺候我，让我看看你们的手艺。伺候？你喜欢一个一个来，还是我们2个一起来？别乱想，我可是正经人，先给我按摩。电话突然响了起来。艾隆将军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？我的兄弟，我们先是攻取了阿布达的基地，而后又埋伏了他。虽说最后阿布达在亲兵的帮助下逃跑了，可他7、8成的有生力量还是被歼灭和俘虏了。这下这个地区最大的就是我们了。现在目前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。那就好，那就行。毕竟谋划和现实还是有一定区别的。事情成了，我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了。那我就在家等你们的凯旋了。哈哈，好兄弟，这次多亏了你，没你这仗我都不知道怎么打。回去后我一定要好好犒劳你。希望这次能发点小财，毕竟我可是万里迢迢的跑到非洲来赚钱的，捞一笔立刻回家。希望艾隆能大方点，自己回家能安安稳稳的快活几年，这比什么都强。等会我和艾隆将军提一提，争取让你们俩先别住地牢了。华国人太感谢你了。过了1个多小时，一阵阵疾风艾隆将军带着高高兴兴地车一停下，艾隆将军就立刻跳下车。我的兄弟，你在哪？你在哪呢？我的佛经，我的智囊，你太棒了！我从没见过你这么聪明的人。现在我不仅打败了阿布达，还成为了这一地带最大的队伍。哈哈，行了，将军，哈哈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的兄弟，你放心，我答应你的。多旅行一会儿，我就带你去阿布达的基地，他仓库里的东西你随便拿。阿布达那边还有个钻石矿，你想拿多少就拿多少。好，将军果然守信用。钻石拿上几10颗回去，下半辈子就吃喝不用愁了。虽说钻石这东西就是宣传出来的，其实不值什么钱，但是它能卖钱啊，这笔财发的可真是痛快啊！其他黑人军官也跟着围了过来。臣子兄弟，你的智慧让我们的地盘几个小时之内就扩大了好几倍，主要让我们占据了一座城市，你太厉害了，留下来跟我们干吧。对，朋友你留下来吧，不用说什么金钱美女了，就连地盘都可以划分给你1块。对，华国朋友，你留下吧，我们真诚的邀请你加入。臣子兄弟，你加入我们吧，大家一起干。现在我们冈比亚正是军阀混战的时期，谁都有可能笑到最后。如果你跟着我们，我们有可能会赢得最终的战争，到时给你弄个总理当当也问题不大。总理，麻蛋军阀混战，人民如草芥一般，我可不想参与进去，自己还是拿着钱回家娶媳妇，孝顺父母比较稳妥。艾隆将军，咱们可是说好的，你回来了就送我回大使馆，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！麻蛋，我帮了你们，你们可别黑我。朋友，你别着急，你跟着我们干，我们是不会让你冒险的，你出主意就好。对，我们不会让你出现任何意外的。你们先不要说，我来说，臣子兄弟，我之前答应你的，自然会办到，一点都不会差。这样，我这就带你去拿东西，你那也再好好想想，你只要留下来，黄金、钻石、女人随你选，不走行不行？不走真不行。真不留下吗？我们真的太需要你了，你有什么条件尽管开，我都答应。古代明君的礼贤下士也不过如此了。艾隆将军对我着实是不错，要不是家里有2老养，真不好意思拒绝了。艾隆将军，你既然认我这个朋友，我呢也不白当你朋友的。留下来真不行，毕竟我家里有双亲，所以我还是要回去的。当然，在回去之前，我可以把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一部兵法36计翻译给你。这本兵法虽然算不上我国最上乘的存在，但却是最容易懂的。你看过之后，必然会对你的事业有很大的帮助。36计是什么意思？没办法，国内的文化输出太差了，很多好东西外国人根本不知道。这么和你说吧，我这次用的围魏救赵就是36计里的一计，其他35计和这个一样厉害，只要你能灵活运用，必然能无往而不利。果真吗？我的兄弟，你赶紧翻译给我，让我再领略你们祖先的无上智慧。这些都是我们祖先通过一场场战争劫品而出的，全是心血啊！麻蛋突然有点不舍把它交给外国人了，但又一想，真正能给华国创造威胁的那些国家，恐怕早就把36计研究过了吧？只有非洲这种地方还不知道呢。36计第1计瞒天过海，讲的主要只是用伪来蒙骗对方，偷偷行动的计谋，寥寥几个字，但却要好好去领悟去体会。第2计就是围魏救赵，第3计借刀杀人，第5计趁火打劫。但这已经听得艾隆将军瞠目结舌，瞳孔放大，惊呼不已了。我的天，你们的祖先是怎么想的？趁火打劫，哈哈，这个我喜欢，太厉害了。和你们的祖先比起来，我们的祖先简直一无是处。你们祖先居然给你们留下了这么多伟大的财富，实在是太惊人了。怪不得你们的国家能快速崛起，并不是没有原因的。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，我们这个国家能从洪荒时代一路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到现在，穿越了无数的苦难，靠的就是我们这些无与伦比、如太阳一般璀璨的祖先们。都说我们华国人没有信仰，其实是大错特错的。信仰分为2种，
一种是所谓的神明崇拜，就是虚构出一个神来让大家崇拜；还有一种就是祖先崇拜。我们这些国家支离破碎时，我们会想到秦始皇一统六台，每个人都抱着一统天下的想法，绝对不能让这个的国家分崩离析。我们国家经历低谷时，可以想到刘邦、李世民等等厚积薄发迎难而上的伟人，当然还有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这些伟大的诗人，陶冶着我们的情操，这些才是我们的神明，指引我们前进的星辰，才是我们这个国家真正的向心力。陈子兄弟，你说这些人都很厉害吗？听不懂没事，这么和你说吧，如果你问我是诸葛亮、岳飞这些人厉害，还是上帝厉害，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，是诸葛亮、岳飞他们厉害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真实的，都是摸得着、看得见的。上帝做的那些，可就不知真假了，这就叫祖先崇拜。我大概明白了一些，但还是不能完全明白。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你们的祖先真的很伟大，很厉害。想让外国人明白华国人骨子里的信仰和浪漫是很难的，其他的你不用去管，你只要记得不要死记硬背，每个计谋都是可以灵活运用的，而你一定要学会灵活运用，这么做也对得起艾龙将军了。当然，我也希望祖先的那些智慧在非洲大陆发扬出去。先生，我一定会好好攻读的。等你走了，咱们也要保持通话。我如果有什么事，可得联系你。这没问题，只要你打电话过来，我能帮的一定会帮。陈子正收拾东西准备回国，身后奥德彪又走了过来。陈子先生，艾龙将军叫你过去一趟，说有急事问你。阿布达也打完了，36计也交了，还能有什么事？好，我这就去。艾龙将军，出什么事了？先生，我这边遇到了麻烦事。接收了城市后，娱乐城、张姐姐、白色粉等行业都自由开放了，这些行业才是最赚钱的。可问题是，原本这些产业都归阿布达的人管理，现在阿布达被打跑了。按理说，我们可以自己接着干，因为这些行业那都是一本万利的买卖。但是我手下却没这方面的人才，如果直接让阿布达的那些手下接着干，我又没底。现在讯息发达，阿布达一个电话打过来就能联系上老手下，没准到时就搞出什么事来，所以我摸不准，想让你给我出出主意。陈子想了想说道，艾龙将军，如果你想把你的事业继续做大做强，不只是捞钱，我感觉还是不要插手这些生意比较好。我们华国近现代有一位领导人，有一句话非常有名，军人一律不许经商，军人就该待在军营里，因为军人一碰这些东西就会变质，尤其是3件套更容易蛊惑人心，搞得你的军队乌烟瘴气，到时战斗力全无，你想做大做强也不可能了。而且钱一多，他们肯定会贪污，到时又怕被你发现，没准还会反戈一击。你说你不管吧，又不像样子，所以就直接不管了。先生，我听你的，不让我的手下人去管。可是这些行业太赚钱了，如果我们不做，钱就被别人轻轻松松的赚去了。光收税肯定是不行的，收税现在收不到钱，别说一个小小的拉巴城了，现在整个冈比亚都处于瘫痪状态，税收肯定是没办法监督的。这个问题简单，咱们可以卖牌照，就是说谁想干谁就买牌照，至于出多少钱，我们搞拍卖，谁给的钱多，牌照就给谁，整个城市就搞一个拍照，其他的都不行，没有牌照就不合法，就直接查抄。什么牌照？这个牌照是什么意思啊？牌照其实是当年澳门的玩法，葡萄牙人当年同样搞不明白，也懒得管就卖牌照，干什么都得有牌照。每一年澳门更换赌牌时都会掀起一场血雨腥风。先生，我听不明白，我想这个城市的工商代表肯定明白，还是你和那些人说吧。这不好吧？这是你们的家事，我一外人不好掺和。麻蛋这种直接参与的事，我是真不想干，出主意还行。先生，你我乃是兄弟，你何必那么客气？走走走，陪我去会会这些人。先生们、女士们，感谢你们的到来，感谢你们的支持，你们的到来让我非常高兴。上午时我还在我的营寨里，没想到晚上了，我就打跑了阿布达，成为了拉巴城的主人。哈哈，真是想都不敢想啊！是啊，以前想都不敢想啊，咱们会控制拉巴城，打走阿布达，而且还这么轻松如意。这一刻来得太快了，简直就像一场美梦。多亏了你呀，我的朋友。你太客气了，这场胜利是属于大家的。今天最大的功臣，最该感谢的就是我们远道而来的朋友华国人陈子，没有他的计策，就没有今天的一切，所以今天的胜利晚宴是献给他的。对，我们的朋友，最该感谢的就是你呀，你才是今天胜利晚宴最该站在中间的人。别，这个场合不适合我。这次的胜利主要是艾龙将军领导有方，我只是在旁边随口说了几句。陈子先生，你太客气了，你就是我们的先知，指引着我们。没错，你就如灯塔一般，照耀着我们。麻蛋怎么有种捧杀的感觉？功高盖主可不是什么好事。没等陈子反应，艾龙将军直接大步走了过来，将陈子拽到了台上。这个黄皮肤的华国人是怎么回事啊？对呀，艾龙将军手下怎么还有华国人啊？这是艾龙将军身边最重要的智能，今天智取拉巴城就是他的计策，没看到吗？艾龙将军身边的那些军官都很信服他。那他就是艾龙将军的2把手了吧？差不多吧，阿拉巴的力量3倍多于艾龙将军，
艾隆将军之前根本无法和阿拉巴相提并论，就是听了他的安排，才能大获全胜。这个人不容小视。这场庆功宴嗨到了半夜才退去。我的兄弟，我这个人从来都是赏罚分明的。你立下了这么大的功劳，我为你准备了一份神秘礼物。来人，上礼物。一个早已准备好的礼物被推了过来，是一个巨大的纸箱子。艾隆将军，你给我准备了什么？怎么这么大？你打开不就知道了。我们的敬爱的兄弟，这份礼物可是我帮忙运过来的。哈哈，还有我的份呢。箱子可是我找的，里面很惊喜哦，一定会超出你的想象的。好，我拆。臣子走到箱子前面，看箱子有个口，刚要碰箱子，就自己开了。我理个草！苏珀瑞斯呀，华国好男人是我们啊！麻蛋，这个礼物可真够惊喜的，我还以为是宝石、金矿石一类的，没想到是2个活物。我的兄弟，这份礼物怎么样啊？合不合你的心意啊？是不是很惊喜啊？不是惊喜，是吓我一跳。艾隆将军，你的这份礼物我很喜欢，是非常喜欢。哈哈，兄弟考验你战斗力的时候到了。这么残暴吗？是想让我临别的晚上好好的释放一下吗？当然，2个够吗？不够，我再安排。在这里，什么女人都能找得到，你们华国的也不难。够了，再多就鞭长莫及了。鞭长莫及，哈哈，这句话有意思。我的兄弟，去享受吧，我感觉你已经迫不及待了。杰西卡和索菲亚似乎得到了某种命令，环绕地挽住了臣子的胳膊，带着他往房间里面走去。华国好男人，跟我们来吧，现在我们是你的了。对，不用矜持，一切跟着感觉走就行。这不好吧？麻蛋，我虽然不是童男之身，但是就这么直接的要玩双响炮，多少有些拘谨。你们俩是不是受到了艾隆将军的胁迫啊？如果是那样的话，告诉我，我臣子不做强人所难的事。你衣服都脱了，再问这个问题不好吧？姐姐说的对呀，这种场合总得有个开场白吧？我这个开场白不好，要不换一个？你们懂我糖呢？这句怎么样？艾隆将军说了，让我们好好伺候你，要不然就把我们送去矿山，送给那里的黑奴，然后一直到嘎。我们怕，所以就只能选择你了，这就是实际情况。这个选择题是不太难，那你们觉得我怎么样？符不符合你们的审美啊？臣子展示了下自己还算结实的肌肉。从模样上说，只能说还不错，当然不是说你长得不好，只能说我们的审美自然还是在本民族上。哦，好吧，这也是情理之中。虽说欧美妞很大腿长，但看时间久了，还是华国女孩漂亮。这也算是我看片多年总结的经验。有国产的绝对不看日韩的，有日韩的绝不看欧美的，欧美的一般都排在最后或者猎奇时看一看。不过从你最初愿意帮助我们的情况上看，你这人体还是不错的，而且你似乎很有实力，在成为俘虏的情况下，居然能成为军阀的座上宾，让我们很佩服你。很佩服，很佩服。女人都喜欢有实力的男人，所以我们对你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佩服。对，你的能力让我们感觉自己被征服了。还有，你是怎么做到的呀？我们3个一起关到地牢里，怎么眨眼间你就成了军阀的座上宾了呢？你能不能和我们说说呀？脑子是个好东西啊。而后把来龙去脉大体的说了一遍。你就这样让艾隆将军成为了这一代最大的军阀，太不可思议，太厉害了。是啊，真是不敢想象，怪不得他们那么佩服你了。原来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啊，你才是幕后最大的推手。真厉害，那你能不能向艾隆将军提出要求，把我们带走啊？对，带我们离开这里，我们姐妹一定好好报答你。报答是靠做的，不是靠说的。姑娘们，天色不早了，大好的夜晚可不能浪费了。开炮！这2发炮弹是送给你们的礼物，如果10分钟之内不撤离港口，此处夷为平地。将军，艾隆将军怎么说？这阵仗我们不可能是老坎特的对手啊！我再给艾隆将军打个电话。我的艾隆将军，你们到底怎么想的？是打还是不打啊？艾隆看向了臣子。你让穆罕默德拖延1个小时，1个小时后再给出答案。好，你告诉老坎特的人，我们要考虑1个小时，1个小时后给予准确答复。1个小时，老坎特坦克大炮都有，我怕他们不会同意。这是臣子的意思，你就说考虑1个小时，他们一定会同意的。老坎特要想打早打了，他多半是怕炮火摧毁了港口，所以你告诉那些人，他们不给1个小时的时间，咱们就炸毁港口，鱼死网破，让他们得到一堆废墟。行，我这就去说。穆罕默德壮着胆子找到了老坎特的船长。我们艾隆将军说了要1个小时的考虑时间，如果不行，我们就炸毁港口。好，我们再给你们1个小时的时间。你过来的时候也看到我们的火力了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
希望你们不要抱侥幸心理。哎呀，看来友们，老坎特果然不想打。穆罕默德再次拿起电话打给艾隆将军。我的艾隆将军，还有我的指路明跟橙子兄弟，老坎特的人同意了，说会等1小时。他们看样子并不想打。明白了，彻底明白了，一切都猜对了。老坎特需要不敢打，你们听我安排就行了，不会输的。这时，奥德彪快速地跑了进来。艾隆将军，有人要找你说是邻省菲利普的人。我的天，真的来了！我的兄弟，你真是先知啊！待见二姑，别高兴得太早，先看看他们怎么说。他们比咱们急，咱们大不了还可以投降老坎特，给老坎特做小弟。他们可就不同了，所以不要表现得太高兴，要让他们急，咱们才能卖个好价钱。对，是这个道理。大家都给我严肃点，谁在笑就给我滚出去，把人带进来吧。是。菲利普的特使，一个穿着笔挺西服的黑人，提着箱子走了进来。我敬爱的艾隆将军，找你好难。我本以为你会在市政府的大楼，没想到是在阿布达的仓库里。这一次我带来了菲利普将军的礼物。箱子打开，整箱的黄金璀璨夺目。这些是菲利普将军的一点心意，还请您笑纳。礼物我收下了，代我向菲利普将军问好。好，艾隆将军，我们菲利普将军和被您打走的阿布达是一直有约定的，那就是港口不能给老坎特用，而我们会给予一定的支持，包括枪支、弹药、坦克、火炮，还有黄金。你们这边一打，我们边境立刻也会打，所以我们菲利普将军希望咱们的关系能够继续下去，甚至成为更严密的盟友。哈哈，这个价格我要双倍，要不然我就把港口卖给老坎特，这就是我的价码啊。要双倍可以，我们菲利普将军说了，他希望在喇叭城有一个稳固的盟友，但是你要双倍，你得有双倍的实力才行。菲利普将军不会允许喇叭城的港口被老坎特占领，所以你们得能拖住老坎特，别到时人家一攻你们就不行了，我们岂不是白白浪费了那么多的东西？我们没实力就赢不了阿拉布了，你是想让我们和老坎特先撕破脸，这样你们才好谈价吧？菲利普特使一愣，看向了臣子。我的智囊，他的话就是我的话，在没有得到你们的东西就让我们卖命，这可不行。所以啊，你们还是拿出点实质性的东西吧，我们也不介意和老坎特谈一谈。对，拿出点实际的。没错，没实际的，谁给你卖命啊？你也别废话了，拿出点实际的，比什么都强。菲利普的特使咬了咬牙，拿出一张汇票。这是菲利普将军提前给您的军费，3000万美金的汇票，你可以去银行查账。只要你和老坎特开战，军火会源源不断的运过来，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强硬的盟友。3000万军费可以啊，来人，去找人辨别。艾隆将军，军费我们给了，你们可要开战啊！而且老坎特向来吝啬，跟着他干和跟着我们菲利普将军干，可完全是两回事。而且双方的局面也是我们菲利普将军占优，你跟我们菲利普将军结盟不吃亏。艾隆看了下臣子，这倒又说明了一个问题，老坎特为什么不敢轻易开战？因为他在对菲利普的战争中处于劣势。菲利普还知道在老坎特的后背埋下了阿布达这个钉子，说明这人还是有点谋略的。臣子对着艾隆点了点头。好，我明白了，我们这就行动。如菲利普将军所说，你们需要一个强硬的盟友，而我们就足够强硬。那我这就回复菲利普将军，你们这边只要一打，我们那边也会有所行动，到时老坎特必定顾此失彼。那在下就先告辞了。这一仗看来我们必须要打了，我的兄弟，你看这仗我们怎么打？艾隆将军，这次老坎特派来了多少人？还有什么火力配置？老坎特这次派来了一个团，大概2000多人，有坦克和大炮，都是官方军武器装备，都非常的完备。以我对穆罕默德的了解，他全力阻挡也就半天的时间。如果我们全力去支援，时间是够的，但问题是我所有的部队加在一起，也未必是那些正规军的对手。臣子陷入了思索。先发制人，老坎特的人肯定不会想到穆罕默德会率先出手，但这只能占到一时的便宜。对方是经历百战训练有素的军队，这么看意义不大，顶多是占据先手，最后结果也无非是惨胜。其他周边的军阀到时必然不会袖手旁观，所以这样不行。而且我不认为艾隆拼命一战一定能打得过人家一个正规团，惨胜已经是好的情况了，更多的有可能是溃败。当然菲利普如果会如约帮忙会好一些，但远水解不了近渴，难搞哦。华国大地不养闲人，有人称我为第3帝国幕后黑手，还有人封我为东方导师，而我的传奇之路还要从那次非洲入狱说起。此战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。菲利普给了咱们3000万美金，咱们为了钱可以和老坎特开战。那么老坎特那边的人呢？你的意思是，咱们拿着这3000万美金去贿赂那个团长，让他不战而走？这不太行吧？那个团长拿了钱走了，老坎特不得枪毙了他。所以不能不战而走，这可是3000万美金。现在是军阀混战时期，天天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打仗，对于普通当兵的无非就是钱。3000万美金足够让那个团长带领他手下的所有人来投奔咱们了。
我的天啊！陈子兄弟，你的意思是利用这3000万美金收买老坎特的整个团，让他们归顺咱们？这不可能吧？他们可都是官方军啊，怎么感觉有些离谱啊？你们别一口一个官方军的了。当老坎特放弃信仰变成军阀那一刻，就只是军阀了。军阀和军阀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为了钱，而且钱可比子弹好用多了。我们华国有句古话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钱有时候就能搞定一切。我们老祖宗还有一句话叫做上兵伐谋，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，打永远是最后的办法。先让穆罕默德去接触一下，就说你想和他面谈，还备了一份大礼。陈子兄弟说的对，大不了就是开干，咱们背后有飞利浦，不会太差的。此刻已经是最坏的局面了，怕个屁！对，怕个屌毛！咱们最初就是和官方军干，咱们收编他们是瞧得起他们。没错，咱们是给他们一条生路给他们走，要不然分分钟将他们包围。此时的穆罕默德正在港口的办公室内焦急地打着转。本以为得了一个肥差，哪曾想到会是这样，早知道我就不来了，挨倒霉啊！将军，是不是艾隆早就知道，故意坑咱们啊？不可能，我昨晚来时，艾隆还说别着急，如果不是我来得早，恐怕这里就被老坎特的人提前占领了，这完全是个意外，你们别多想。他想不出他手下的那个华国人呢？那个华国人可是料事如神啊！不要胡说八道了，如果他们早就算计好了，就直接算计老坎特了。所以事情没你们想的那么复杂，现在要一致对外，等着艾隆将军的消息吧。此时电话响了起来。我的艾隆将军哟，你终于把电话打过来了，你们想好了吗？怎么办呢？穆罕默德，我是你的朋友陈子，我们打算收编老坎特的那些人。什么？我的指入明灯？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。现在兵临城下，你跟我说你要收编人家，咱们可不带这么开玩笑的。我没和你开玩笑，这么和你说吧，老坎特邻省的死敌菲利普已经找到了咱们，要和咱们结盟。咱们要做的就是守住港口，而且老坎特的情况并没那么好，所以他才不敢轻举妄动的。你现在就过去告诉那个马维拉，也就是带队的团长艾隆将军，要和他当面谈谈，而且给他备了一份厚礼，让他可以抽身而退，不至于尬在这里。啥？我的指入明灯？这是你的计策吗？我怎么感觉太假了？能行吗？行与不行，试过才知道。你就去吧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行，我去说。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我怎么感觉脑子有点不够用了？走吧，去前线谈谈。谈什么呀？现在还谈怎么谈啊？这不是在开玩笑吗？让你们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哪那么多废话？穆罕默德来到了前沿阵地，利用扩音喇叭喊道：“通知你们团长马维拉，我们艾隆将军要和他当面谈谈，要不然他就是死路一条。”穆罕默德的声音很大，扩音喇叭喊的几乎传遍了整个前沿阵地。马维拉这边副官正在前沿阵地等待着消息，此刻听到是这个，感觉对面是在作梗。这群人疯了吧？居然还说咱们死路一条，真是一群不可救药的笨蛋！我们要的是答复，不是这些胡言乱语。你们到底是打还是投降？赶紧回复！别在这装了，你们已经被菲利普打怕了，还在这吹牛呢！我告诉你，我们已经和菲利普达成了同盟，这边一打，菲利普那边立刻开打，到时你们腹背受敌，再加上其他一些军阀从中参与，你们马上就都得阵亡。现在是给你们一条路要走，你们可别不知好歹。没想到这些草台班子对于目前的情况还掌握得挺准确的。要不去和团长说说，如果菲利普真打了，那可不好办。行吧，我去说说。团长，那边的那些土军阀说，他们已经和菲利普达成了同盟，他们的那个什么艾隆将军想和你谈谈，还说给您布置了一份厚礼呢。什么？这些土军阀和菲利普达成了同盟，他们成为了第二个阿拉布。我的天，还是浪费了时间了。我的军长，你太小心谨慎了，就应该直接进攻的。你说什么？艾隆想和我谈谈，还说给我背了一份厚礼。对，他们是这样说的。找我还背了份厚礼，既然和菲利普已经结盟了，还谈什么谈啊？但厚礼这件事，当兵打仗就是为了钱。我马维拉虽然不是爱钱的人，但是……马维拉摸了下胸口，里面装着他3岁半儿子的照片。从职业军人变成军阀的那一刻，打仗的性质就变了，我也变了。团长，要不您去见见，反正是他们提的。那就见见，我看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。我们马维拉团长同意了，让你们艾隆将军来吧。真愿意见面了，对面竟然同意见面，不会真的收编了这伙人吧？那可就太逆天了。好，我这去告诉我们艾隆将军，我的指入明灯，我的艾隆将军，哈哈，马维拉同意见面了，你真是料事如神啊！对于厚礼，马维拉恐怕已经动心了，艾隆将军下面就该你出马了。真去啊？会不会有去无回啊？放心，艾隆将军，我陪你去，此去必然大胜而归。这次就玩他个单刀赴会，来个反城下之盟。开枪！团长说了，您杀错不放过，再拉一批上来。怎么还来了一个黄种人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华国在非洲影响力可是与日俱增，已经到了跺跺脚。
非洲大陆都要颤三颤的时代了。我是华国人，我叫陈子，是艾隆将军的智囊。你得到了华国的支持？没有，这话不能乱说。麻蛋，你笑的嘴角比 AK 都难压。也是一个国家插手另外一个国家的事，哪有承认的啊？菲利普已经大军压境，其他军阀也都准备好了。谈话间，大战就要开始，老坎特就得灭亡。你如果想继续给老坎特陪葬，你就继续战斗；你如果想抽身而退，这里有3000万美金的支票，我也不和你废话，就是你的了。2条路你自己选吧。这下马维拉震惊了。3000万美金，这份厚礼确实够厚。目前的局势已经这么糟糕了吗？但是一切都在对方算计之内，也很有可能你们已经形成了包围，为什么还要收买我？这可是3000万美金啊，足够装备一个团了。有这实力你们打就是了。我们和你们打是伤敌1000，自损800，不如收编了你们。这样的话一劳永逸，我们也能做大做强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要收编我们？你们不是开玩笑吧？我们是整整一个团的机械化部队，你们呢？你们有几个坦克，几个大炮，多少人马啊？收编我们，这种玩笑可不是随便能开的。第一，你要清楚，以目前的情况，你是要卡在这里的。我们只是不想有过大的伤亡，才会来见你。你不要不知好歹。还有这些兵不是你的，这些兵都是老坎特的，你是在卖别人的东西，而且给你的价格绝对不低，3000万美金足够你下半辈子逍遥快活了，要不然你一辈子都赚不到。你不会连这点账都算不明白吧？你也就遇到了我，卖别人的东西能卖3000万美金，所以你应该感到庆幸，而不是在这和我废话。真想让这个华国人在战场上看看，枪炮一响，谁胜谁负还不一定的。对呀，是这道理呀。我只是团长，并不是这个军队的所有者，打不好随时被撤职，甚至军阀处置。原本还有国家，还有官方，这么做是叛国，是叛徒。现在大家都是军阀，自己顶多是叛变了老坎特，但老坎特也做了冈比亚的叛徒。冈比亚掀起内战，这些大军阀头子才是罪魁祸首。我跟着老坎特就属于为虎作伥，这也许是我这一生最好的机会了。马维拉看了看那张汇票。漂亮国花旗银行的，到哪你都可以取，卖别人的东西能卖这个好价钱，你是祖宗给你积德了。是这个道理，我同意，但是我的部队里可不都是我的人，你想收编他们不容易，所以我才给你3000万美金，你得把麻烦帮我们解决了才行。其中老坎特的铁杆你得找出来干掉，至于剩下的艾隆将军自然不会亏待他们。记住，你拿的是3000万美金，拿多少钱干多少活，谁挡你的财路你就得弄谁，世界就是这个道理，除非你不想发财，要不然没有其他道理可讲。朋友，你说的对，谁挡我的财路，我就弄谁。放心，我会把一个听话的军队交给你们。至于我不好意思，我会飞往南非，和我的老婆、孩子们飞去漂亮国，在旧金山的海湾旁买下一栋大别墅，而后度过富有的一生。不能陪你了，我的艾隆将军和我的华国人朋友。我以为会很麻烦，没想到如此简单且顺利。陈子说的对，有些时候钱比子弹好使，此刻的钱就很好用。马维拉团长，请转告那些愿意跟我干的。金子、钻石、女人、地盘，什么都好说。艾隆将军慷慨，兄弟，你这人不错啊，和你们合作真痛快，真高兴。马维拉回去后二话不说，整理了一份名单，都是和老坎特有些关系的人。宁杀错，不放过，这些人一次性全给解决了。开枪！团长说了，宁杀错不放过，再拉一批上来。2个小时之后，一个2000多人的机械化作战团，副团长500万美金，营长100万美金，连长50万美金，排长20万美金，班长10万美金，士兵每人发5000美金，一个个高高兴兴投降到了艾隆将军的旗下。马维拉死了，只留给艾隆一句话：现在是进攻老坎特的最佳时机，因为他那边肯定已经乱了，但对于你来说却是要稳坐钓鱼台，先稳住拉巴城再说。不管菲利普给你送来什么，你都要坚持住这一点，不可轻举妄动，因为你还是太弱小了，你还需要时间。马维拉说的对，现在老坎特灭亡对我们没什么好处，只要有老坎特在，菲利普就会需要我们，就会源源不断的支援我们，所以我们必须咬住这一点。放心，我的兄弟，我对你言听计从。真的呀，今天脑力快速运转，再加上昨晚一夜5次了，现在就想睡觉。陈子步履蹒跚的回到房间，这些东西你们俩是哪来的？哎呀，是艾隆将军命人送来的。艾隆将军说我们没有衣服穿，就不能好好伺候你，所以送来了这么多的礼物。你看这个爱马仕包包是限量版呢，要10多万美金呢，还有这些化妆品都是限量版，可贵了。艾隆将军还真会搞，这么忙了还有功夫管这些，驭人之术确实高明啊。不错，你们喜欢就都拿着，我累了睡个回笼觉。听说陈子先生又帮艾隆将军打了一场胜仗，我们才能得到这一切。亲爱的，我们给你按按摩，没你哪有这么多的好礼物啊。对呢，我们姐妹伺候伺候你。行，按按吧，这
真的呀？看来自己恐怕是很难离开了。艾隆将军离不开自己，而自己也习惯了这种生活。这种生活似乎也不错。哎，先这样吧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用点力啊，别在那软绵绵的乱蹭了。华国大地不养闲人，有人称我为第3帝国幕后黑手，还有人封我为东方导师，而我的传奇之路还要从那次非洲入狱说起。这一觉睡得真舒服啊！橙子将军，你醒了吗？我是奥德彪啊，艾隆将军又送了礼物过来。德彪啊，你先等下，我马上出来。艾隆将军啊，艾隆将军，你不知道我有俩老婆吗？这跑车只能2个人坐，你说我载谁合适？总不能他俩开，我看着吧。是啊，这车坐不了3个人，怎么办啊？艾隆将军真是故意给咱们找难题，好讨厌呢。这样好了，德彪，你去和艾隆将军说，给我来了大 G。非洲的路本来就不平，开跑车的时候少，开大 G 比较合适。好的，橙子将军。你确定橙子是要大 G？是的，将军。橙子将军说咱们路不平，不适合开跑车。好，橙子兄弟，这是不走了啊！我记得阿布达在山顶有个山顶别墅，那里有各种跑车，你去告诉橙子兄弟，让他去那住吧，里面什么都有，都是他的了。阿布达在拉巴城，山顶的别墅只是他众多别墅中的一栋而已。别墅占地3000多平方米，最主要是车库里停放着各种名车，只要能叫上名的豪车，基本都有。男人谁没有个豪车梦？没想到我橙子有一天能拥有一个豪车库。我的天，这么多豪车，太棒了！亲爱的，这些车都是咱们的吗？这辆兰博基尼能送给我好吗？我的梦想就是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兰博基尼。亲爱的，我喜欢这辆幻影哦，太棒了，我太爱了，你送给我可以不？哈哈，都是自家的，你们想要哪辆就开哪辆都行，还得是跟着军阀干啊，要不然哪有这好事？不错，真不错，这些礼物我太喜欢了。我亲爱的将军，你这也太够意思了，居然送我一个山顶别墅，还有这么多好车，我都开不过来了。我亲爱的兄弟，我的就是你的，何必客气？还是那句话，我坐哪你坐哪，我吃啥你吃啥，你我就像异父异母的亲兄弟一样。我的兄弟，现在咱们有钱了，军火正一箱一箱的从海上运过来，人也在一批一批的招，不用10天半个月，我们就是拥有万人武装的大军阀了。将军，现在我们主要把穆罕默德的人和老坎特的人先融入进来，休养生息，稳定发展。好的兄弟，我听你的，别墅你暂且住着，车你暂且开着，不喜欢了和我说，我给你换，没有了我就安排人去给你买，只要你高兴就行。喜欢哪能不喜欢啊，我太喜欢了，这些车都是我梦寐以求的，现在都开上了，多亏了你啊。我的兄弟你太客气了，没有你我也没有今天。这一刻真想把父母带过来，让二老享享福，主要是让他们二老看看他们儿子一下子有俩媳妇还是俩洋媳妇。杰西卡、索菲亚，你们俩想不想回家？我刚刚大学毕业，而且是贷款上的大学，这次是毕业旅行回漂亮国后，就要做牛做马的还贷款了，算是因祸得福的跟了你。现在贷款的钱有着落不说，还能过上了梦寐以求的生活。亲爱的，你在哪，我就在哪。对呀，你在这，我们就在这，我们可都是你的人了。你们华国不是有一句古话叫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吗？我们都是你的人了，还能去哪呀？那你呢，亲爱的，你还回国吗？是啊，亲爱的，你还走吗？不走了，流落天涯，天涯安家，以后这就是我的家了。臣子算是在拉巴城安了家。这边吃的东西时间长了是真受不了，好想念馒头、炒菜和饺子。索菲亚、杰西卡，陪你们亲爱的我下馆子去。好的，亲爱的老公。臣子现在的身份等同于艾隆将军的2把手，他一出行那对是前呼后拥，前面一辆军用吉普车开道，他的幻影在中间，后面还跟着几辆吉普车。华国快餐，哈哈哈，这餐馆名字很花国啊，进去吧，德彪你让他们都撒一边去，留你一个人陪我就行了，要不然这饭没办法吃了。可艾隆将军让我一定要保护好您的安全，您如果出事，我们都得陪葬。我就是进去吃个饭，能有什么事啊？让他们撤走。是将军，都上车，去两边的街角，这里交给我了。散开后，臣子这才感觉轻松一些，带着索菲亚、杰西卡还有奥德彪进入到了华国快餐里面。吃饭吗？当然吃饭了。来你这，不吃饭游泳啊？华国人啊，哈哈，太好了，快坐，想吃什么和姐说，姐这什么都能做。老板娘应该28、9岁，轻熟女，听口音东北的，应该是个出国闯荡的东北大妞啊。姐，东北的，你们东北人是真能闯啊，居然闯到这冈比亚来开餐馆了，真厉害。哎呀，有本事都在国内呢，出国的不就是赚个辛苦钱吗？姐，你这有什么招牌菜？尽管上，我可老日子没吃华国菜了，馋坏了。兄弟，我们店里的大米都是从东北运来的五常大米，指定好吃。再给你们来几个我们特色菜，锅包肉和地三鲜怎么样？可以，姐快一点啊，饿了。那兄弟你先找个位置坐，我这就让他们炒。
姐，又来客人了，你这生意还真好。整个城市就这么一家华国餐馆，能不火吗？对了，来了个华国人，你看。是吗？我看看。你好啊。你好。这是我妹妹，今年大2了，这不放暑假就过来找我玩了，哪曾想到冈比亚内乱了，哪也去不了了，过几天就把她送回国。对，赶紧回国吧，还是国内安全。我叫林雨薇，我姐叫林雨欣，你叫什么呀？我叫陈子。陈子哥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在来百城从事什么工作啊？能不能替我找个工作啊？我想勤工俭学。这时，被踹开了，进来的是3个黑人大汉，带头的人手里扛着一把 AK。你们到底搬还是不搬啊？我告诉你们，我们老板的忍耐可是有限度的。不搬，我们经营的好好的，为什么要搬？姐，怎么回事啊？很好，不搬，那我就让你们尝尝子弹的滋味。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，我告诉你，我会向我们华国大使馆反映的。大使馆他们可管不了我们，我就最后问你一遍，你搬不搬？你们是谁的人啊？胆子挺大，欺负到华国人头上了，也不看看现在什么年月了，还敢在华国人头上动土？我们是科鲁兹的人，怎么不知道？不知道的话，那我就告诉你。科鲁兹啊，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，我们还是好朋友呢。什么？你认识我们老板？你们老大今天也过来吃饭，不信你们出去看看。我们老大也过来吃饭，在外面不能吧？别在餐馆闹事，带出去处理。你们老大就在门口，不信你们跟我出来看看。行，出去看看就看看。你真认识科鲁兹啊？我认识什么啊？我根本没听说过。那他们岂不是一会儿还要进来？放心吧，他们不会再来了，而且是永远不会再来了。啊？什么意思？将军，事情已经处理了，你还有什么事情要交代吗？把那个科鲁兹给我收拾了，敢欺负华国人，就让他知道什么后果。还有，这话也传出去，拉巴城里华国人不容侵犯。你是将军？对呀，他怎么喊你将军啊？刚才你妹妹不是问我在哪工作吗？我给艾隆将军工作。至于将军嘛，军阀里面的人只要是个官都叫将军。你给军阀工作？兄弟，你胆子也太大了吧？是啊，听说那些军阀可都干人不眨眼的魔王啊。陈子想笑。如果你们知道我不仅跟他们工作，我还指挥他们战斗，而且我还是军阀内部2把手，会怎么形容我呢？被告人陈子在非洲期间指挥作战次数755次，吞并部落和军阀36个。根据华国诉讼法第111条规定，被告人陈子触犯战争罪，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，缓刑1年。陈子将军，事情已经处理完了，科鲁兹已经被我们抓来了，就在外面。您看是让他直接消失，还是带进来您亲自处置啊？带进来吧，我倒要看看是什么人敢在拉巴城欺负我们华国人。是。不一会门再次被推开，一个黑人被拽了进来。我错了，放过我吧。跪下。将军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饶了我吧。真的是科鲁兹啊，他之前来我们店里横行霸道，一副恨不得吃了我的样子，嚣张的不要不要的。这个陈子这么厉害的，说把人抓来就抓来了。知道错了，行，那我问问你，错在哪了？快说，错在哪了？我说，我不该来找这家店的麻烦，我错了，我不知道他是将军连的呀。将军，你饶了我吧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知道错了，这店是我姐开的，你欺负她就是欺负我，你说我能原谅你吗？我错了，我全都错了，还请将军您饶我一条小命啊！他恐怕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厉害，还有实力啊！姐姐，陈子哥指定是艾隆将军的红人了，要不然哪能有这能量啊？你老小子犯的最大的错误是欺负我们华国人，以为我们华国人好欺负啊？这条街这么多店，为什么偏偏想抢这家的店面？不就是看是华国人吗？那我就告诉你，欺负华国人的时代早就过去了，华国人从来都不好欺负。德彪，拉出去！走！不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欺负华国人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将军，饶了我吧！科鲁兹玩命的喊着，挣扎着。陈子哥，你说的对，华国人从此站起来了，不再受欺负了。你这话可不对，用你们东北话说就是，这毒死了华国人不是从此站起来了，是早就站起来了。是早就站起来了，对，我错了。兄弟，你给姐说实话，你到底是做什么的？这么有话语权啊？我只是给艾隆将军做一些翻译工作，没什么危险。而且艾隆将军这个人还是很是礼贤下士，对我不错。你看，连勤务兵都给我配上了。现在翻译这么吃香的吗？早知道我就报考了。
兄弟，你准备怎么处置这个科鲁兹啊？是啊，你不会让你的人把他干了吧？这点是不至于，只是让他离开拉巴城而已。你们啊，把我想得太凶残了。我可是和你们一样接受9年义务教育长大的华国人，哪能动不动就干人啊？哦，这样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还以为你要干人呢。正常这种情况，军阀都是直接把人干了。那是军阀干的事，我只是给军阀翻译兵法的。我可是正经人，还是不要给这些人的相处增加负担了。每个地区都有每个地区的行事准则，在此刻的非洲，此刻的冈比亚，你得罪了军阀里的重要人物，那就得干，这就是实际情况。你们啊，什么都不用想，就在拉巴城好好干。你们不干了，我去哪吃这么地道的华国菜啊？哈哈哈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好好干，我们生意很好的。国内太卷了，我们暂时可不想走。现在有了你这个保护伞，我们就更有底了。对，有你在，我们就不怕了，一定会好好干的。兄弟，你以后就是我亲弟弟了，姐姐一定拿你当亲弟弟一样看待。在姐这吃饭以后都免单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姐亲自给你下厨。我可不想占你便宜，至于干弟弟什么的就更没意思了。怎么嫌弃姐姐？我只是个开饭馆的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算了。不是这个意思，因为我不想做弟弟，我想做你老公。姐姐，这事我看行，反正你也没结婚，没男朋友呢，现在又没时间回国，你又不想找黑人，老妈、老爸一直担心你的婚事呢。这回好了，麻烦解除了，婚姻大事还解决了，两全其美啊！你个小丫头片子，净扯犊子，滚一边去！你也是，我把你当兄弟，你却要我给你生孩子。自己已经29了，看陈子才25，真看得上我吗？在非洲这个地方，军阀要什么就有什么，这俩女人别是军阀给他的吧？陈子有一个俏老板娘的华国餐馆做食堂，在拉巴城的日子过得是越来越舒服了。亲爱的，咱们去趟南非吧，这里距离南非不远。我有个时装周的知名模特朋友在南非举行一个时装周，我们去凑凑热闹好不好呀？坐飞机也就2个小时。是啊，我们想去时装周上玩玩，亲爱的，你陪我们去吧。这段时间我正在筹备回家的事，我离开拉巴城，得和艾隆将军说，这次去了南非了，下次回家还得再说，拿了人家钱不能总慢跑，我给你们钱，你们去玩吧。那亲爱的，我们一定快去快回。行了，有什么好吃的、好玩的，也带回来给我分享分享啊。索菲亚、杰西卡高高兴兴的坐着，只留下了陈子一个人独守空房。陈子将军，艾隆将军听说夫人们都出去玩了，怕你一个人无聊，送了个人过来陪你。我的主人，我叫佐伊。艾隆将军说你会喜欢我，就让属下把我送到了你这里了。你这么漂亮的女人，艾隆将军居然送给了我，真是对我够好的啊！现在谁不知道啊？艾隆将军身边有一个先知，能帮他打赢所有战争，所有人都在传说你的模样。我也很好奇，没想到你是个华国人，所以把我赐给你，我很高兴呢。艾隆将军把你这个美人送给我，不是在勾引我犯错吗？我的先知主人就是在勾引你，把你勾引到床上，怀上你的血脉，才是我的终极任务。啊，你什么意思？怀上我的孩子？你们想得够远的。这女孩来历必然不凡，各方面都很有条理，不像是一个只会勾引男人的小女仆。此事必有蹊跷，各位观众老爷怎么看？被告人陈子在非洲期间只会作战次数755次，吞并部落和军阀36个。根据华国诉讼法第111条规定，被告人陈子触犯战争罪，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，缓刑1年。我是来自豪萨部落的族长之女，我的全名叫佐伊豪萨。我父亲原本想把我嫁给艾隆将军，与他进行联姻，结果艾隆将军同意了联盟，却没有留下我，而是把我赐给了你。我父亲听说你就是先知，就给了我任务，让我务必怀上你的孩子，而后我们的孩子将成为豪萨部落的下一任族长。我勒个去，还带这么玩的？你说的这么直接，是不是你父亲让你告诉我的？而后和我也达成某种合作啊？果然是先知，一猜就能猜到，因为我们豪萨家族的体内也流淌着先知的血脉。我父亲说你会和我们合作的。麻蛋，怎么感觉不对劲？先知不先知的不说，艾隆将军知不知道啊？自己如果另起炉灶，乱来的话可不好。你说的这些话，艾隆将军知道吗？周围可都是艾隆将军的人。我的先知主人，你怎么糊涂了？艾隆将军肯定知道啊。当时我父亲提时，艾隆将军狂笑不止，还说他要做咱们孩子的干爹呢。麻蛋，我算是明白了。艾隆显然知道我不是先知，取胜凭借的全是华国人的智慧，也只有这些部落的人才会听了几句传言就信了我是什么先知。我的孩子可以是化非会血，但是必须跟我姓，做什么部落族长不行，华国人的子孙必然还是华国人，所以这个买卖算了吧。主人，可我的体内也流畅着先知的血脉啊，如果我们的血脉合在一起，必然会出现更伟大的先知，
到时整个冈比亚必然会臣服在我们儿子的脚下。再说一遍，这买卖我做不了。麻蛋，你的祖先真是个狠人啊，自己的子孙都骗，先知个屁啊！世上哪有先知？我的先知，你不能这样啊，不然我就完不成自己的任务了啊！佐伊着了魔一般就追了出来。佐伊，你别缠着我了，你去找艾隆将军吧。我的孩子是不会成为豪萨部落的族长的。主人是先知，主人说他的孩子不会是豪萨部落的族长，那就一定对的。那父亲的计划岂不是无法执行了？他看着臣子，突然哭了起来，哭得梨花带雨，哭得伤心欲绝，哭得撕心裂肺。佐伊，你哭什么？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，因为这样你就不是个生育工具了。我们豪萨部落原本是个很强大的部落，这些年来才一点点的陨落的。如果我的部落出现一位先知，肯定能再次崛起，而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。你现在说了，你的孩子不会成为豪萨部落的族长，那么我们豪萨部落就无法崛起了。这个黑妞还真挺爱自己部落，还挺有责任心啊。你们的部落想要崛起，是需要很多的条件，并不是有一个我们的孩子就能崛起的，比如外部原因、内部原因等等，牵扯到很多问题的。那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崛起啊？还请先知明示。佐伊跪了下来，如同聆听上苍的声音一般的虔诚。这先知的名头到底是谁传出去的？麻蛋，肯定是大脑袋穆罕默德。下次见面一定要狠狠地教训下这个憨货。这个问题我无法知晓，因为我还没去过你们部落呢。还有先知也是分等级的，我的能力还不能预测太久远的事情，这个你懂了吗？你的意思是，我们的孩子的未来，你未必能预先知道，所以我们的孩子还有可能成为我们部落的族长，是吗？我的妈呀，怎么又绕回来了？臣子为了躲腿，直接跑路来到了快餐店，准备先避避风头。主要是这牛太轴了。你来了，想吃什么给姐说，这就给你做。给我来个水煮肉片吧，多放辣椒。随后臣子随便找个地方就坐下了。想想家里的黑妞就头疼。来，你先吃，姐这边还有点事想求你，不是我的事，是咱们华国老乡的事。华国老乡的事？什么事？你说说。这段时间都玩脱了，现在有权在手，给老乡们某某福利也是应该的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你帮我解决了科鲁兹之后，咱们店里的厨师大胖就在索比亚的华人圈里瞎聊，其中有一个华国老板在冈比亚经营净化水的生意，咱们拉巴城有一家公司从他那进了货，迟迟不付钱，总金额达到300万美金。他听说了你这么有能量，就想让你帮忙要下账，要是要回来了，给30%的酬金作为回扣。这样啊，这是在拉巴城，对于我来说还不是挥挥手就能搞定，正准备回国呢，手里没多少现金，30%回扣就是90万美金，拿回国也够花了，这事可以，你让他联系我，这事我办了。不会给你添麻烦吗？不会，小事一件，洒水了。弟，你真帅。陆枫红50来岁，微微有些秃顶，个子不高不矮，1米75，个头略胖。在林雨欣的引荐下，和臣子见了面。臣子将军，我是陆枫红，卖净水器的。你这一台净水器卖多少钱啊？怎么能拖欠货款到达300万美金？哎，都怪我，是我大意了。最初的合作非常顺畅，每一次基本都是100万美金以内的交易。他也是我最大的客户，我们合作了3年多。这不，索比亚这2年慢慢乱了起来，他就说收不上货款来，让我帮忙先给他点货。我一看合作这么久了，这样的主顾我也得维持，我就帮了，最后到了300万，我才意识到他在坑我啊！你可够实诚的，居然被非洲人坑了，白人还是黑人？是犹太人。哈哈，和犹太人做生意，你还不小心点，你也真够可以的。我大意了，这是货款单，货真价实的，咱们是绝对占理。那就好办了，走吧。走，去哪呀？谁欠你钱就去找谁啊。对，没想到这个老乡这个好说话，这么爽快，搞得我好多说辞都没用上。弟，你们小心点，是办完记得回来吃饭，我等你。你个华国人，居然还敢再来，上次的打还没挨够吗？奥德彪二话不说，直接拔出沙漠之鹰就是一枪。这也太猛了吧！和气生财，兄弟咱们和气生财，不至于这样。吉普车上的10几个人拿着 AK 也全都冲了进来，把办公楼直接给控制了。你的债主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库班麦克，大家都喊他库班。库班，给我出来！再不出来，我就炸了你的办公楼！我来了，钱我还，钱我马上还，我马上给陆老板打过去。奥德彪突然把枪口对了过去，直接打进库班的大腿上。这颗子弹是臣子将军让我送给你的，他还让我转告你，下次欠钱不还，就是要你小命。还有，在非洲，华国人不容侵犯。我的腿好痛。不至于，兄弟，真不至于啊。我们是军阀，这就是我们的作风，得罪我们就弄你。
老顾吧，你早给我钱多好啊，哪有这一腔的痛苦？以后记住吧，在非洲华国人不是好欺负的。这一个感觉作为华国人是真舒服，真爽。在非洲就缺这么一个狠人，给华国人正常着吧。华国虽然有句古话叫出门在外，息事宁人，多数华国人出了国，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思维，多数时候就是吃亏，就是任人欺负，哑巴吃黄连，有苦没处说。出门在外你就得狠，人家才会怕你，才会不敢来招惹你。一代人强过一代人了，这一代华国人可不好惹。老顾班以后你自求多福吧。陈子将军，事情办成了，300万美金的欠款已经打给我了。您的手下真是雷厉风行，办妥就好，办妥了就回去吧。陈子将军，回购的事按照你说的办就行。好嘞，我这就给你打过去。这90万美金花的真值啊，要回来了300万美金不说，还开了眼。陈子将军，你真霸气啊！真给咱们华国人长脸。我在非洲也有10来年了吧，还是头一次这么同学。非洲早该来一个你这样的华人狠人了。咱们华人就是不爱抱团，若抱团，这世界上就没人敢欺负我们，各自为战，自然是散兵游勇啊。您说的太对了，不过这回不同了，有您在，就没人敢欺负咱们了。您真霸气。当晚作为东道主，陈子宴请了一众华人朋友。陈子哥，你这别墅也太豪华了吧，在拉巴城最少要2、3千万吧？是啊，占据了整个山顶，还可以俯视整个拉巴城，太奢侈了。这别墅房子很多，你们要是喜欢可以搬来，随便住。两位女士，打扰下，陈子将军，我有点事想跟你单独聊聊，你看可以吗？那你们聊，我和雨欣出去转转。好，等会我去找你。什么事说吧，这么神秘。陈子将军，我这还有笔买卖，不知道你接不接？事情之后200万美金。哦，说来听听。将军，事情是这样的。我有个表弟在冈比亚的伦萨城做桥梁建筑生意，这不，他刚刚竞标成功了一座桥梁建设的生意，结果动了小叶子的蛋糕。这伙小叶子的商人和什么山狗主有联系，他们居然动用武力将我表弟绑了，让他的公司起标。我想去找大使馆，可现在冈比亚太乱了，未必能行，只能来问问你，看看能行不？小日子绑了咱们华国人，这是胆大包天啊！没想到在非洲还能遇到了小日子找事，有意思。小日子的小人多，有很多商人都在国外做生意，在华国国内也有很多，他们在非洲活跃不奇怪。放心，这是我接了，不就是小日子吗？办他们。现在的小日子是真的感觉小日子过得不错了，敢绑咱们华国人，我能不卡他们？哎呀，陈子将军，太感谢你了，您真是华人在非洲的主心骨啊！不用拍马屁了，这个伦萨城在哪？将军，伦萨城离拉巴城还是挺远的，要跨过2个省。2个省开车也就3、4个小时的车程，不算太远。马勒戈比的小日子办我手上了，我必须让他们好看。现在是军阀混战，跨省作战还是有点难度的，不可能带着几千军队，这一路上的各个军阀也不会让我过，唯有带上几10号精兵强将，可都摸摸过去才行。这伦萨城可是个大城市，虽然不是冈比亚的首都，但也是前山的大城，只排在冈比亚的魔都和妖都后面，经济和文化层面都相对发达。这样啊，行了，我已经有计划了。我的兄弟，伦萨城那边的情况我也说不好，要不这次行动你别带队了，你遥控指挥，让下面人去吧，那可能太危险了。艾龙将军，你放心，我当天去当天回，就是一群什么山口组的小混混，咱们当军阀的还能怕他？我过去解决完就回来了，你就放心吧。我的兄弟，你的先知之明现在已经响彻整个索比亚了，你只要还站在这边，就是我的一面大旗，我不想你有任何损失。这次非得你亲自去吗？什么人啊，这么重要？不是救的人重要，而是对手重要。你是冈比亚人，你不懂这种感觉的。反正这个机会我想亲自指挥，亲手完成。艾龙将军，你大可放心，我必然完好无损的回来。行吧，我给你配几个狠人，再拿上这边最顶尖的装备，应该问题不大。好，艾龙将军，多谢了。当年没机会，现在我可要给小日子较量一番。这有什么谢的？你我异父异母的亲兄弟一样，我的就是你的。这次去伦萨城，稳着点，千万别把伦萨城给我打下来。那可没准了，如果打下来，我就让你接管哪里。行啊，万事小心，记得办成了，给我报个平安。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哟呵，东风来了。陈子将军，事情我搞清楚了。小日子在伦萨城有个商团，叫做什么非洲倭国合作社，在非洲很有力量。据我表弟媳妇说，我表弟就被关在那里。知道在哪那就好办了，那就走吧，让你也看个精彩的。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是华国人，我是来报仇的。夜黑风高，几十个全副武装的军人在夜色里来到了非洲倭国合作社的外面。前面几个士兵跳过了围栏，向着里面摸了进去。每个楼道口、每个房间口都站上人。陈子一挥手，房门全部被踹开，而后枪口对准了里面的人。你们是谁？想干嘛？30分钟后，所有非洲倭国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全都被带到了会议大厅里。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是华国人，我是来报仇的。现在有3个问题，谁回答谁有机会活，要不然全都得杀。
我就知道抓了华国人肯定要出事。那个华国人破坏了我们的生意，那是咎由自取。敢和我们小日子斗，就得付出点代价。八个牙路，其中一个小日子冲着陈子就冲了过来，很明显还想反抗。把你麻痹啊！陈子抬手就是一枪，直接撂倒。挺猛啊！继续啊！马勒戈比的，你们不武士道，你们不是牛吗？你们接着来啊！我给你们上身成人的机会，再来我一并送你们走，去见你们的那些老祖宗去。我说过的，我有问题要问你们，现在你们的机会来了。那个被绑架的华国男子在什么地方？我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劝你们赶紧走，不然小心你们一会走不了。陈子又是一枪打过去，这人直接嘎了。虽然已经做了干人的准备，但是心里这道坎还是难迈过去啊。本来留下只是想做个翻译兵法的军阀而已，这一刻算是彻头彻尾的非洲军阀了。所幸嘎的是小鬼子。废话真多，我问什么你们回答什么，回答正确，我乱说话就是干。我知道，他被关在地牢里，我知道的牢在那。地牢？你们在非洲还自设地牢？可以呀，都要去处理下。你带路。哼，八嘎，你个叛徒，还嚣张，给我老实点。你们不想说，你们不怕嘎，那我就成全你们，处理掉这些垃圾。阿格牙路，你们这些猪，放开我！扒你妹啊！还叫嚣执行？我们是无辜的，我们只是来这里工作的。我们是平民，我们不该被这样处置，请放过我们吧。我问你们问题，你们老实回答，谁回答谁活。我说，我也说。很好，你们的社长还有其他重要的人物，大晚上的肯定不住在这里。现在你们谁带路，带着我的人把他们抓过来，谁就能活。举手吧，谁愿意？路给你们了，你们不走就别怪我手黑了。这里是工作单位，住在这里的肯定都是员工，嘎这些小喽啰没什么意思，嘎些所谓的大人物才够爽快。我知道我们副社长住在哪里。我知道社长住在哪里。我知道我们组长住在哪里。我也知道。知道的都站出来，乖乖的去带路。只要抓到那些社长、副社长的，你们就没事了。与此同时，德彪那边行动迅速，将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子带了进来。阿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啊？表哥是你吗？真的是你吗？这些小日子不是人啊，太欺负人了。表哥能再见到你，太好了。阿长，好了，没事了，你放心，表哥给你报仇，表哥一定给你报仇。将军，这地牢其实是水牢，在地下3层，很阴冷，所以他才会这样。小日子就是小日子，会玩啊！你过来，我有话问你。陈子对着带路的女人一指，这里面还有谁是山口组的人？谁参与了囚禁我们华国人的事啊？你给我指出来，我保你平安无事。我不敢说，他们会报复我的。我知道，他还有他们都参与了，冲我的脑袋撒尿，还打我，还拿电击我。华国人自古以来的品德，以德报德，以怨报怨，有仇报仇，血债血偿，后生仔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阿强还不知道陈子是谁，但看着枪还是接过了，转身然后对着那些罪魁祸首就是一阵喷，发肉眼可见的强烈。被告人陈子在非洲期间指挥作战次数755次，吞并部落和军阀36个。根据华国诉讼法第111条规定，被告人陈子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，缓刑1年。陈子将军，刚才艾龙将军那边传话来，要开一个军事会议，要你过去呢，还说大大小小的军官都会去，这次会议很重要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该开始工作了。这次的会议，艾龙将军几乎把所有军官都叫了过来，陈子到时人基本都到齐了。我的先知你可来了，这都多少天没见到你了。我的陈子兄弟，你好像胖了。是吗？我们敬爱的艾龙将军给我的假期时间太长了，哈哈，我是胖了。我的哈姆兄弟，你怎么也胖了？你可是军人，军人怎么能胖呢？我们敬爱的艾龙将军让我负责部队的后勤问题，这不需要购买一些石油一类的，那些石油商人还是蛮慷慨的，所以就胖了一点。石油商人、坦克、步兵车、军用吉普车，那可都是喝油的大家伙，需要购买的石油肯定少不了。艾龙给了哈姆这么一个肥差，肯定是艾龙的亲卫了。我的哈姆兄弟，你可不要吃得太饱啊！如果让艾龙将军知道，可是会追查的哦。有机会也带我们领略石油商人们的豪爽啊！对，别光顾着自己吃，也想着点兄弟们。放心吧，有好事，我自然想着兄弟们。大头，哈姆，里面坐的这些都是什么人？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生？我的兄弟，你难道忘了？这些都是你招降的那个机械团的人啊，他们都被任命了官职，是和咱们一样的人了。都投降给咱们了，还天天一副很牛皮的样子，真欠揍。一点没错，麻蛋早知道这样，还不如当时干了他们。
你说的这话不对，干了他们，咱们得嘎多少弟兄啊？看来现在的情况，艾隆手下已经分成了2拨人，一伙是最初的铁杆，一伙是投降派。艾隆是没意识到，还是故意的？我估计是故意的，要不然不任命那些投降过来的军官就行了。看来艾隆将军还是很会玩鱼人这一套的，让2拨人斗，他稳坐钓鱼台，这就是领导者的思维层面了，有意思。艾隆将军走了出来，而他的身边跟着的居然是马维拉。什么情况？马维拉不是走了吗？这老小子去了南非后，又被艾隆将军以每年100万美金的价格请回来了，专门训练新兵，还被任命了什么军事顾问呢？住的别墅还是当年阿布达的，日子不要太潇洒。他奶奶的，我就纳闷了，军事上有先知的，用得着这个投降的手下败将？1年100万美金，这老小子值吗？是啊，埃隆将军不知道怎么想的，这拉巴阿城可是咱们给打下来的。让他们过来坐享其成了，比咱们还逍遥，真他娘的会气！我的兄弟，最近听说你很快活啊？我的将军，你可是神采奕奕、光彩照人啊！是不是又有什么好事宣布啊？对，将军，你把所有人都叫来，是不是有什么大事宣布啊？没什么大事宣布，就是把大家都叫来，一起研究研究咱们下一步的军事行动。人多力量大，没准就能想出什么好主意来。艾隆将军，这是您和我们的先知臣子兄弟研究不就行了？找我们有什么用啊？你和他商量好了，让我们怎么干，我们怎么干不就行了？是啊，把我们叫来能有啥用啊？最终不还是听你们俩的？这2个大脑袋真头疼。是虽然这样，但是话不能这么说啊。咱们都听艾隆将军的，艾隆将军说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他这么做自然有这么做的道理。这次把大家都叫来，是因为关系着咱们下一步的具体走向的。我让马维拉先给大家介绍介绍目前的情况。大家应该都认识我，我现在艾隆将军旗下任职军事顾问一职，所以这里面的情况我知道的比较多，由我来转告给大家。自从上次咱们和菲利普将军达成合作以后，菲利普将军还是很够意思的，一箱一箱的军火从海上运过来，咱们的部队几乎全都更换了一遍。这还不算一些重武器，如火箭筒、掷弹筒、地雷一系列的，可以说是非常的慷慨。马维拉，你先别说了，菲利普慷慨个屁啊！我就在港口，我还不知道。菲利普给的那些东西是不错，但咱们也运出去了大批的黄金矿石啊，这不是等价交换吗？怎么在你嘴里好像是白给的一样啊？看来我这边数据有误，穆德将军说的对，咱们是给了很多黄金矿石，但菲利普将军还是很不错的。不信您问艾隆将军。谈实际情况吧，不要说这些有的没的了。好，菲利普那边制定了一个10月计划，就是说要在10月前占领索比亚城，到时需要咱们协助。我已经为艾隆将军制定好了计划，我会联系我在老坎特部队里的一些战友，让他们带领自己的部队投降在艾隆将军旗下，到时咱们必然可以获得此次战争最终的胜利，不仅是地盘上，还有人员上都可以迅速增加1倍有余。而且菲利普将军说了，整个索比亚省的南方都归咱们，到时咱们在整个冈比亚也是能数得着的军阀之一了。这一计可以让艾隆将军的地盘扩大到索比亚省的整个南方，还能让老坎特的2个主力团来投靠，到时就算菲利普占据索比亚省北方后摧毁合约，我们也有能力对抗。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，足可以让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土军阀惊呆下巴。马维拉这个军事顾问还是很合格的，这个计划是他自己想出来的，我感觉很不错。老坎特不得人心，早该退出历史舞台了。现在有了菲利普这个外援，正是最好的机会。到时索比亚省的整个南方就都归咱们了，只要稳住这里，不愁日后大事不成。马维拉说完，看了一眼臣子。现在所有人都在传臣子是什么先知，唯有我马维拉知道，他根本不是什么先知，只是利用了我贪钱的弱点而已。如果当时自己不同意，先知个屁，不就是2把手的位置吗？早晚也是我的。这个计划是不错，政府里也都不是酒囊饭袋啊。臣子将军有什么话要说吗？马维拉这话有点挑衅味道了。你要说我的计划行，就证明你不如我，先知之明，不攻自破。如果说不行，我这计划天衣无缝，这招看你接不接得住。这个计划不行。这怎么就不行了？你可不要胡说，这计划简直天衣无缝。是啊，你懂不懂啊？不懂不要乱说。什么？你说我兄弟臣子不懂？你他妈的再说一遍，我抽干你！你抽我，我还揍你呢！我马哥说的这个计划就是最好的计划了，他却说不行，这不是找揍吗？手下败将，你懂个屁啊！先知这么说，自然有这么说的道理。先知狗屁先知，那就让他说说，怎么就不行了？来，我告诉你们为什么不行。老坎特和菲利普总共2个省的地盘，菲利普最强大，是老大，他现在要挥兵西进。老二是老坎特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比咱们的实力还是要强一些的。其他的小军阀咱们不论，他是唯一可以在正面战场抗衡菲利普的存在。老三就是咱们了，强势崛起，兵强马壮。那么问题来了，
老大要西进，我们作为老三，居然要联合老大打老二，这不是目光短浅的做干吗？菲利普吞下索比亚北方之后，会留下咱们，他占领1个半省的力量，2/3的土地和人力，还不直接碾压咱们？咱们就算多了半个省地盘和几千人马，就能抵挡菲利普了吗？就算能抵挡一时，有什么用？加上索比亚地势北高南低，他们的坦克大炮开过来，咱们拿什么打？这计划不仅是不行，而且是目光短浅。还什么收买老坎特的2个团，老坎特吝啬，他的手下就算被咱们收买了，菲利普可不吝啬，没准到时再来一次收买，这2个团的人马直接就回头干咱们了。这个计划只能贪图一时利益，完全是自掘后路。这个局面说白了就是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，绝对不能联合曹操打孙权，这么打没有意义。要做的是联合孙权打曹操，这样才有时间让自己发展起来。要不然打了孙权，刘备哪有时间自己扩充地盘？除非投降给曹操，成为曹操的小弟，但这有什么意义啊？这个马维拉绝对的2比，只要菲利普打过来，占领了索比亚，那就只剩下一条路，就是投降。麻蛋，我刚下定决心做军阀，绝对不能让这2比给毁了。先知说的对，如果老坎特被灭，下一个肯定是我们。菲利普是未必能信，但整个索比亚也不是他一家独大。等咱们占领了索比亚省的南方，成为了全国性的军阀，咱们也可以联合其他省的军阀一起对付菲利普啊！没准菲利普腹背受敌，被咱们吞了呢。是啊，咱们又不是只会坐以待毙，咱们可以联合其他军阀对抗菲利普啊！他们不会眼巴巴的看着菲利普做大做强的。你们带点脑子再说这话。如果菲利普占领了索比亚整个北方，就是一个拳头按在了咱们的头顶，咱们连邻居都没有。再加上咱们背靠大海，完全是只有挨揍的份。你们想一想，菲利普灭了老坎特，3军气势正盛，大军压境，咱们怎么赢？其他军阀会舍命帮咱们？你告诉我，谁啊？好好动动脑子。此刻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咱们总不能永远窝在这吧？老坎特的灭亡是谁都看得见的。我们不和菲利普合作，总有人会和他合作。灭了老坎特之后，我们可以快速发展，搏一个机会，这样没准我们能打赢菲利普呢。如果不出手窝在这，就只有等嘎的份了。麻蛋还军事顾问，还1年100万美金，豪车别墅住着，从国内请一个拍电影的都比你强，什么脑子？以目前的情况，其实很简单，联合老坎特对付菲利普，老三联合老二打老大才是最佳策略。先知果然是先知，我们虽然吓唬菲利普说过和老坎特结成同盟，但是也仅仅是说，从来没这么想过。先知说的对，我们不能让菲利普再扩张下去了。臣子将军，你是在开玩笑？我承认你刚才分析的是对的，联合菲利普打老坎特是目光短浅，自取灭亡。但咱们联合老坎特，我们这些人可都是从老坎特那里叛逃出来的，老坎特不会放过我们，也不会放过你们的，怎么合作？别劳你们，我们的，大家都是艾隆将军的部下，想的问题就该为艾隆将军考虑。老坎特的敌人不是咱们，是菲利普，这个问题你都想不明白，你怎么有脸在这指手画脚啊？这段时间咱们一直和菲利普走得亲密，突然调转身子和老坎特合作，他会同意吗？老坎特可不会那么轻易的相信人。这个简单，你不是已经和老坎特的2个团长取得了联系，要投降咱们吗？你把名单告诉艾隆将军，让艾隆将军告诉老坎特，算是咱们的见面礼了。而后一起对抗菲利普，一起平分菲利普的地盘，这才是上策。到时咱们再和老坎特干，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很有信心，赢得了老坎特吧。对，先知说的对，先知明显更有远见。咱们和老坎特联手，菲利普未必能行，之后老坎特也未必干得过咱们，最后的赢家很有可能就是咱们。这个计划是比马维拉顾问的计划更有远见。虽然不如联合菲利普那么简单，但我们真能和老坎特联手，菲利普也未必顶得住。对的，这场战争必然会打很长时间，这样咱们足够长的时间抹平咱们与老坎特的差距。这个计策是对的，是真正的以大局出发的。艾隆将军，这不好吧？他们可都是要约定来投奔您的，如果告诉老坎特，他们都得嘎，而且传出去对将军您的名声也不好吧？马维拉，你吃谁家饭，你就得替谁想。咱们要做的是替艾隆将军出谋划策，而不是整那些有的没的。他们的嘎，如果可以增加咱们的利益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而且他们也没真的成为咱们的合作伙伴，只是有意向而已。我们完全可以说是替老坎特在试探他们嘛。所以你不要再废话了，你要做的就是为艾隆将军考虑，艾隆将军的利益才是你的利益，这点你要清楚。艾隆将军，我们国家有一场著名的战争，叫做赤壁之战，讲的是一个联吴抗曹的故事，有机会你可以看看，行与不行，将军自行定夺。这一笑也说明了一切。大头，他们的人也都跟着笑。这有什么好定夺的？先知说的能有错？哈哈，对，听先知的准没错。就按我臣子兄弟的这个计划进行。而后对马维拉说道：“你吃我的饭，就得给我办事，把名单给我，我要亲自给老坎特打电话。来，打了这么多年，居然要联盟，真有意思。”自己舌战群黑，未出茅庐，而2分天下，非洲小诸葛，名副其实啊！这马维拉看来在计策上给臣子提鞋都不配啊，但是这人练兵还是有2把刷子的。
你的计策没被采纳，不是你的错，你依然是我的顾问。不过最近这段时间，你还是把心思放在练兵上吧，你这次也是有功的。是将军，真有点后悔再次趟这趟浑水了。在南非天天吃香的喝辣的陪儿子不好吗？为什么来这啊？这下好了，被人对得体无完肤不说，还出卖了2个朋友。这个华夏人胸有乾坤，有韬略，很有本事，不是浪得虚名之辈，先知之明，名副其实。马维拉随后整理了下情绪，走到臣子面前。臣子将军，你之计策高我一等，在下自愧不如啊，我佩服直至。大家都是一起辅佐艾隆将军成就大业的，不用那么客气。这马维拉能转变这么快，亦非常人啊。至于什么计谋，还是老祖宗们留下的底子太厚了，我只是照本宣科。被告人臣子在非洲期间指挥作战次数755次，吞并部落和军阀36个。根据华国诉讼法第111条规定，被告人臣子战争罪，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，缓刑1年。我的臣子兄弟，你说老坎特这个电话要怎么打？我敬爱的艾隆将军，你就把刚才会议上的那些内容直接说给他听就行了。老坎特纵横军界这么多年，不是笨蛋，这种对大家好的事情就是共同的利益，一时的盟友也是盟友。我想他有打败菲利普的机会，自然是不会错过的，所以主动权在咱们手上。我明白了，我知道怎么打了。我的兄弟，你就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兄弟一样。这次要是没有你的计策，我肯定会傻乎乎的跟着菲利普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我坐哪你坐哪，我吃什么你吃什么，我的就是你的。艾隆将军不必如此客气，我们华国有一句古话，士为知己者刚。如果没有你对我的信任，我恐怕已经灰溜溜的回国，继续做我996的上班族了。是你给了我一展所能的机会，所以我一定全心全意辅佐将军您的。好，艾隆这才拿起电话拨打了过去。主公和属下有时候还是需要演一下的。主公要演礼贤下士，属下自然是要演肝脑涂地了。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有无数次这样的演戏，所以这个分寸对我来说还是手拿把掐的。只要稳住自己团队2把手的位置，我的军阀之路才会越走越顺。司令，拉巴城的艾隆来电话了，要与你通话，说有要事相商。这个后辈找我干嘛？我们第一目标是菲利普，第2个目标就是他了。因为马维拉的事，这小子让我损失了一个主力团不说，还让我在索比亚颜面扫地。他打这通电话是干嘛？那司令，我们要不要搭理他？接过来，我倒要看看他想干嘛。我敬爱的老坎特前辈，你好啊。好，我很好，非常好。很好就行，我这次给您打电话可不是专程慰问你的，而是转告你一件事。菲利普设计了个10月计划，要在10月前占领你的索比亚城呢。我猜到近期菲利普会采取行动，没想到这老小子动作这么快，现在就已经8月份了，他2个月就想占领索比亚城。艾隆这个后辈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些？菲利普和我约定，他会将索比亚省的南方全部割让给我，他只占领北方，我们会前后夹击。而你的2个主力团已经被我的人收买了，到时反戈一击，你分分钟就得玩完。你到底什么意图？现在还学会玩离间计了？至于是不是离间计，你自己可以扪心自问了。别说那些有的没的，你就说吧，你找我到底要干什么？前辈，我认为这个计划不是很好。菲利普灭了你，必然会灭我。索比亚省北高南低，我根本扛不住，所以我想和你结盟，先灭了菲利普，他的地盘你我划分，这样我感觉更好。啊？什么？老坎特纵使在官方当到了军长，此刻还是有些忙。这个艾隆野心很大，而且韬略很好。此刻的局面唯有合作才能破局，要不然我们2家都得覆灭，只不过是前后而已。菲利普有多少军队你知道吗？我有多少军队你知道吗？你和我联合，你够格吗？就凭马维拉叛变的那一个团，哼，你还不配成为我的盟友，也不配谈和我一起对付菲利普。你的底细我已经摸透了，要不是你现在和菲利普结盟了，我直接2个团开过去就能灭了你。艾隆听完这话，略显沉默，看向了臣子。吓唬他？我有没有资格，得打过才知道。而你已经没有其他路可选了，你不和我合作，我就和菲利普合作，到时我们前后夹击，你嘎路一条，大不了我再投靠菲利普。所以你只能选和我合作，这是你唯一的生路。这话让老坎特再次陷入沉默了。我现在确实没得选了，这已经是最好的局面了。菲利普的盟友转变到自己这一边，这是典型的削弱敌人补强自己，没什么比这更好的了。老坎特已经上钩了，该我们要东西了。艾隆给臣子比了个 OK 的手势。我收编了你一个团，我自己组建了一个团，加上菲利普给我的武器，应该有2个主力团，还有其他一些新兵。如果老坎特前辈能再资助我一些装备的话，我想我还是有资格在菲利普的后面给他插刀，而后和你一起瓜分菲利普的。当然，我也不会白要。那2个主力团团长的名字，我会告诉你，他们才是货真价实的要卖你啊。谢特，马维拉叛变后，我已经开始分钱分地盘了，没想到居然又出现了叛徒。成交，不过我要你把马维拉交出来，我听说他又回到了你哪里了。
他跟了我的就是我的人，我不可能再把他给你，不然我就没办法再招兵买马了。而且他已经对你没什么威胁了，那2个主力团的团长对你才是最大的威胁。我给你1个营的装备，你把马维拉给我，装备我无条件给你。而且你我现在是盟友关系了，我不希望我的盟友里有我的叛徒。这事不能做，做了名声就完了。不行，你想都不要想，马维拉我不能给你，要合作就按我说的来，要不然就别合作了。这个后辈看来是铁了心了，以现在的情况也只能这样了。如果真能灭了菲利普这群土军阀，我还不是随脚踩，到时候马维拉还是跑不了。好，把名字告诉我，我们的合作就开始了。军火呢？我要先看到装备。1个营的装备不能再多了，还有你要搞清楚菲利普的作战计划，我好提前部署，让他有来无回。放心吧，这是小事。不过我要2个营装备，2个主力团长的名字，一个换一个，你不亏。而且我有了装备，也是去打菲利普，你何乐而不为呢？好，我给你，但你可得给我狠狠的打，要不然我可不会放过你。放心吧，抢地盘时我会比你还快的。兄弟，这次谈判大获全胜，而且还捞到了2个营的装备，我的兄弟有你真好，我们的未来更加光明啊！兄弟们，风姐，扯呼！菲利普上当了，把作战计划无条件的告诉了艾隆将军，要求艾隆将军予以配合。好，我一定按时到达指定地点。艾隆转手就将全盘计划告诉了老坎特，而后佯装配合的带领着大军直接扑向索比亚。谁曾想到，枪炮声一响，兄弟们，风姐，扯呼！艾隆一声高呼，带领大军一炮没打，一枪没放，直接原路撤回了，只留下了菲利普。而艾隆带领军队从后面开始进攻菲利普，直接就占领了2座城市。一时间，整个冈比亚都懵了。这一场战争甚至上了国际新闻，整个冈比亚的局面都跟着改变了。陈子看着新闻，旁边是拉巴城的商业代表。各位看到了吧？都报道了，艾隆将军的部队已经攻占了2座城市，到时各位的生意就可以开过去了。我可以替艾隆将军保证，亏待不了你们的。现在大家慷慨解囊，日后都有可以说话的资本。多啊，我们高兴；少了，我们也不挑。大家都出力吧。艾隆将军赢了，大家都有好处。陈子现在的工作，除了偶尔在战场上给艾隆将军出谋划策之外，就是负责后勤筹集弹药、粮饷。没办法呀，负责后勤的哈姆是艾隆的得力干将，自然提枪上马去了。枪炮一响，那可就是黄金万两，每天不算其他的，光将吃弹药的消费就得上千万米金。哎，巧妇难解无米之炊啊！我这也颇有刘备在汉中打仗，诸葛亮在后方一周筹集粮草的风范了。我来之前就猜到，这次开会必然是要钱的。现在艾隆将军在战场上如此摧朽拉枯，前途是不可限量啊！陈子将军说的对，艾隆将军赢了对大家都好，我愿意出资100万米金，资助艾隆将军打赢这场战争。我一直是无条件支持艾隆将军的，我愿意出资150万米金，资助艾隆将军打赢场战争。好，你们的名字艾隆将军都会知道的，你们的生意必然会受到我们特殊关照的，甚至现在就可以开到那2座城市里去，3件套什么的都没问题。陈子将军，现在艾隆将军所率之大军势如破竹，无往而不胜，我愿意出资500万米金，资助艾隆将军打赢这场战争。陈子将军，请记下我的名字，我叫鲍尔默。林查也请转告艾隆将军。鲍尔默是吧？我记下了，500万米金太感谢了。以后你在生意上遇到什么问题，尽管找我，只要是在我们掌控下的城市，你就是自己人，你的生意也将不会有任何竞争对手。陈子这话是说给鲍尔默听的，也是说给其他商人的。现在战争的局面利好艾隆将军，不管其他，先封官许愿，把粮饷搞到手再说。艾隆将军的大军现在需要什么，尽管找我，我这边什么都有。当然钱我也要出，我出300万米金，资助艾隆将军打赢这场战争。我出600万米金，我出300万米金。德彪，把这些出钱的都记起来。大家请放心，你们的名字都会出现在艾隆将军的面前，艾隆将军是不会亏待你们的。只要是艾隆将军占领的城市，以后都会分一杯羹给你们。就这一回的资助，就到达了3000万米金，足够艾隆将军在火力全开的打3天了。下面就到了银行业的各类大佬了，这些大佬可不好糊弄，都是总部银行派下来打工的，估计也不敢乱掏钱。主要这些国际银行，我们也得罪不起啊。各位大财主，你们也都看到了，我们一直在打胜仗，所以我们的贷款还请各位大财主帮帮忙啊！利用我们拉坝城港口的赋税，还有我们艾隆将军的信誉，我们想贷款3个亿米金，利息都好说，最重要的是得快。其他大银行的行长们还好说，工行的这位行长看着陈子完全懵了。眼前的人绝对是华国人，因为太好辨认了。但问题是，一个华国人怎么在这给艾隆将军筹集钱款？这不对劲啊！
各位，我们阿坝城的港口的财报收益非常稳定，是这索比亚省唯一的出海口，而且地理位置非常优越，平均一个月最起码500万美金的收益，一年就是6000万美金。就凭这个，贷款3亿美金就问题不大吧？更何况我们艾龙将军一直在赢啊！陈子将军，这笔资金太庞大了，我做不了主。但是陈子将军，你放心，我们会向总行去申请的。对，这么大的数额，我们真的无权动用，我们一定会尽量去说的。但成与不成，不是我们能定夺的，还请你能理解。我也没想痛快的把这3个亿美金的贷款拿到手，这不是让各位帮帮忙吗？得到艾龙将军的友谊可是很难的，而且不会少了各位的好处的，所以各位一定要多美言几句，争取把事情办成。我们艾龙将军的未来必然会前途光明的。会的，陈子将军请放心，我回去就写资料上报，我们一定会尽力的。好，那我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。作为宇宙第一银行的工行行长突然说道：“这位陈子将军，我看你好严肃啊，听您说话的口音也觉得耳熟，不知道您是？”德彪送客。这3亿美金的贷款，希望能申请下来吧。打仗就是在烧钱，前期遗留下的钱早就打光了，就剩下钻石和黄金矿石了，这些可都是压箱底的，不到迫不得已不能动。后勤真不好干啊，几乎每天都得筹钱，要不然就是在筹钱的路上。陈子将军外面有2个军火商要见你，说送来了最便宜和最先进的武器，问你感不感兴趣？军火商、战争财，两边赚，不管谁赢，他们都是最终赢家，有意思。德彪，让他们进来。佐伊全凭主人吩咐。将军能见到您实在太不容易了，我们已经和您的手下预约好多次了。你们的资料我早就看过了，德科、爱丽丝，说说你们的武器吧，我后面还约了人呢。是，将军您知道我们就好，我们知道将军您很忙，我们绝不耽搁您的时间。将军，我们这都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，你看重型狙击枪，射程远，威力大；重型机枪，火力猛，还有 M26 高爆手雷，90毫米巴祖卡火箭筒，88毫米火箭筒。这装备怎么感觉有点眼熟？飞利浦那边，你们也是供货商吧？将军，生意都是生意，我们不管其他，我们只是商人，我们要做的就是给您送来最便宜、最先进的武器，而且你要多少，我们有多少。那么多军火商来登门，看来我选你们哥俩是选对人了。您客气，您选我们绝对是最正确的。我们没能力垄断你们手里的货，所以我也不多说那些没用的了。你们想卖谁就卖谁，但想卖给我的话，我得给你们出个难题了。没问题的，将军您说。听说你们这些军火商都很有能力，而且是手眼通天嘛。这样，我们要向花旗银行贷款3亿美金，如果你们能帮我们拿下这笔贷款，我们就从你们这里进3亿美金的军火，怎么样？看着这哥俩如何接话了。我看过的资料显示，这两人实力很强悍，从中东到非洲，几乎没有他们哥俩不去的地方。这个问题抛给他们俩挺合适。将军，等待我们的好消息吧。对，将军，请给我们3天的时间，我们一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好，很好，没想到答应的这么痛快，这些军火商还真是厉害，怪不得在漂亮国传言，军火商们老挑唆总统打仗，现在一看，倒也不是空穴来风。那就提前预祝咱们合作愉快了。合作愉快，你就等我们的好消息吧。那将军，我们就先告辞了。虽然我也想肥水不流外人田，进点国产货，奈何通报上来的军火贩子，欧洲的、漂亮国的、非洲的，甚至小日子都跑来了，却唯独没有华国人。看来这个肥水也只能留给外人了。雨欣事情办妥了吗？陈子将军，那3万斤羊肉和牛肉，还有大饼，我都送上船了，我亲自点的，1斤不少。行啊，办事效率挺快，你去找德彪结账吧，不要总买肉，也买点蔬菜、水果一类的，反正什么好你买什么，不要怕花钱。前线士兵们打得苦，什么好吃你就给弄什么。放心吧，我采购的可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，咱华国人不赚昧良心的钱。姐夫，我姐说了，等你们仗打完，我们就有钱开酒店了，这钱太好赚了，只希望多打一段时间呢。胡扯，早打赢多好。是啊，早点打完吧，他奶奶的，后勤这工作比在前线打仗还闹心。行了，就这样吧，你们记得找德彪要钱。弟，你想吃什么就跟姐说，姐让大胖、二胖给你做。我最近着急上火的，也没什么想吃的，下回吧，下回我想到了再说。你们也够忙的，忙完了也歇歇吧。行了，就先这样吧，我后面还要见人呢。德彪走了进来，禀报道：将军，还有一个人要见您，他等了很久了，不知您见不见啊？最后一个了吗？如果是最后一个了，就见见；如果不是，就安排明天吧。今天我实在太累了。将军是最后一个了，而且他已经等了半天了。德彪，你跟我也有段时间了吧？这可是你头一次这么替一个人说话啊，是不是收了人家好处啊？收了也不要紧，都是小事。陈子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有趣，自己当时在地牢里呼天喊地的求饶，结果德彪来了之后，2人算是结下了不解之情。后面当自己的勤务兵，直到现在，缘分啊就是这么神奇。将军，我没收取他的任何好处，只是他真的等了半天了，我才这么一说的。
行了行了，收不收我都不管，让他进来吧。是将军。德彪将一个黑人女人带了进来，他给臣子的第一印象就是身材好到爆炸，走起路来扭腰摆臀，腰身骚媚，年龄应该在30岁左右，皮肤有黑线，却依然给人很漂亮的感觉。美丽的小姐，你找我到底什么事，能让你等上大半天的时间？我敬爱的臣子将军，我来找你没什么事，但我必须告诉你，我是一名占星家。你是占星家？麻蛋，你说占卜师我还能猜到，占星家是什么？我从天上看到了北极星，它在前段时间忽然放射出了极大的光芒，预示着必然有一位帝星将要出世，他会带领我们走向辉煌，所以我就来了。我测算的位置是在拉巴城附近，我到了这里后又找了许久，后来我找到了北极星放光芒的原因就是你。原来是神婆啊，这种人怎么找上了自己？难不成想在自己这捞点好处？可奈何华国人不信这些。德彪送这位美丽的小姐出去。小姐，请跟我出去吧，这次的会面结束了。不，请听我说完。我来自北部的鹰人部落，我们部落的占星师是全非洲最准的。将军，你可以去问一问，我能肯定，而你就是那颗地星。什么和什么啊？我若信了你，我9年义务教育白学了。占星师这个行业我不了解，但在我们国家，古代有一个职位叫擎天剑，好像干的和你们一样，也是看星星的。那么我问你一个问题，我们和飞利浦的战争会打多久？打多久我不知道，我只是占星师，不是先知，但我可以肯定，你将战无不胜。这水平，忽悠的本事连我们家门口摆摊算命的都不如。美丽的小姐，你也看到了，我太忙了，闲聊的话就到此为止吧。德彪，送这位美丽的小姐回家，用咱们的车送。我的将军，我将送你一件礼物，你收到之后绝对不会后悔的礼物。德彪立刻就上前拉他，走，跟我走。这位占星师突然速度极快地绕到了臣子身前。我去，将军，我的礼物你一定会喜欢的，请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的家族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怎么还搞出家族来了？美丽的小姐，我今天真的累了，真的没时间再和你闲聊了，请你走吧。上膛的手枪过来。美艳女人害怕了，不说话了，开始往回走。回家睡觉。我的主人，你可回来了，我已经给您放好了洗澡水，还有，你想吃什么吗？我这就让厨房做。我倒想吃碗面条了，可咱们的厨子做不好啊。看着佐伊这个小女仆如此贴心，臣子忍不住地想到了杰西卡和索菲亚。这俩女人在南非玩的快10来天了吧？是不是把我忘了？下回啊，不能给太多钱了，给的钱一多就管不住啊。至于佐伊这个豪萨部落的大小姐，倒是如此体贴可人，一直陪在自己身边。佐伊，你真好，能为先知您服务是我的荣幸，我自然全心全意。会说话，哈哈哈。佐伊，我今天遇到了一个女占星师，说她来自北部鹰人部落的，还说他们部落的女占星师最有名，你知道吗？鹰人部落我知道啊，他们部落占星师是很有名，但最有名的是女刺客，他们部落女性为尊，部族族长都是女的，还有孩子的姓氏也跟着女人，在北部很有名的。女刺客有点意思，佐伊，你去和德彪说一下，让他明天安排那个女占星师第一个见我，我要和她好好聊聊。是的，我的主人。佐伊起身要走，却又停下了。我的主人，有时候缓解疲惫的办法很多的，比如……因为臣子想到了破局的办法，心思也放开了。佐伊，你真是我身边最可靠的女人，永远都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。我的主人，您夸奖我了，佐伊全凭主人吩咐。有时候缓解疲劳的办法，最舒服的还是干。被告人臣子在非洲期间指挥作战次数755次，吞并部落和军阀36个。根据华国诉讼法第111条规定，被告人臣子触犯战争罪，判处有期7期，减刑1年。我的将军，能再次见到你，太好了。一大早能见你这么美丽的小姐，我感觉也很好。我这次见你并不想和你聊占星师的事，那个我不感兴趣。我想和你聊一下你们鹰人部落的另一个强项——刺客。我回想过了，你的身手很好，德彪想抓你根本抓不到，这说明你很有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刺客。不，我虽然从小也接受过这方面的培训，但我并不是。但我们部落里面顶尖的刺客还是很多的。我的将军，看来你已经打听过我们鹰人部落了。我说我要送你一件礼物，就是我们的部落。我其实是来投靠你的。这才说得通，你昨天就不应该装神弄鬼，直接说不就行了？能得到你们部落的信任，我很荣幸，何必故弄玄虚，搞得场面多尴尬啊！美丽的小姐，请问我的哪条品质得到了你如此的信任，要将整个部落的荣辱交给我啊？因为你战无不胜，因为外界都传你就是先知。我这个占星师的身份是半吊子的，但我依然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一些东西，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。至于我的身份，我是鹰人部落的族长，蝴蝶或者喊我黑蝴蝶也可以。蝴蝶像狐狸一般狡猾，蝴蝶一般美丽，这个名字很不错。
我还是有一点好奇，你这占星师只是半吊子水平，那么只是因为他们喊我先知，你就信了？那你也太草率了吧！我想你的部落肯定遇到了问题，需要解决，才想着找外人、外部势力的吧？我所掌握的实力并不是冈比亚最强的，甚至连索比亚最强的都不是。你选择我应该还有其他理由吧？当然，比如豪萨部落对您就非常信任，比如你在伦萨城嘎掉了山口组，再比如你帮助艾隆将军打赢了好几场不可思议的战争，整个索比亚都知道你就是先知。我们鹰人部落既然要选择一个势力投靠，我感觉你是最合适的。先知之名可不是随便叫的。没想到我对外的名声这么强的。将军，非洲这片神秘的大陆上有很多事情是您无法理解的，比如先知这件事，您或许自己还不知道，但有可能你已经是了。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，这点毋庸置疑，我就是来投靠您的。说完，他突然双膝跪地，匍匐在了臣子面前。蝴蝶族长，你别这样，咱们是合作伙伴，是平等关系，而且我也很需要你这样的合作伙伴。将军，您既然需要我们，可以跟我去看看我们鹰人部落吗？我们在拉巴城有个据点，不知我的将军是否愿意？其实我再次见黑蝴蝶的想法，就是想利用这些女刺客刺杀菲利普。菲利普现在的情况并不是很好，如果菲利普再被刺杀，菲利普的大军瞬间就会垮掉，战争就会以最快的方式结束。虽然这也会让局面变得有些难以控制，但是艾隆的底子太薄了，再打下去扛不住，最有可能是艾隆。可以，我陪你去看看。这里怎么会有白人和黄种人呢？这些已经成年的美女刺客里面，按理说应该是纯种黑人啊。很简单呐，我们部落是女系部落，女人说了算。比如我喜欢上了你，我们的孩子就有可能是黄皮肤的。在男权社会待久了，没反应过来，在他们部落女人是放在主导地位的，男人是可以随便选的，皮肤变了也确实顺理成章了。族长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为部落寻找的出路，索比亚的先知臣子将军。臣子先知，我的偶像，你的名字已经成为了最近最火热的名词。随着艾隆将军反戈一击，打入菲利普的底盘，您的先知之名已经开始在整个冈比亚广为流传了。先知之名，古有其名，都是以讹传讹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军阀而已。不，您谦虚了。现在谁不知道索比亚省出了一个先知啊？连抖抖和快快上都有呢。是呢，您的大名如皓月当空般璀璨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您能到来，就如太阳照射在了我们身上，让我们浑身上下都非常舒爽。见过夸人的，没见过这么夸人的，搞得我还真不好意思了。那我就尽量继续保持我这个先知不败的名声吧，要不然对不起你们的信任了。会的，有了我们的帮助，您必然更加的战无不胜。蝴蝶族长，我有一点一直很好奇，你们这样不是很好吗？隐秘起来，无人知晓，没有任何的敌对势力，为什么还要投靠我？难不成你们还想扩充地盘？将军，是这样的，3个月前我们在刺杀任务时错杀了一个人，一个大人物，所以我们都成了别人猎杀的对象。我们的身份还没完全暴露，但想来不会太远了，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力量保护我们，这样才能度过这个难关。什么人让你们部落如此不顾一切？山口组的当代头目山口金。我们本来以为只是一个简单的任务，不会留下任何的破绽。虽然是个大人物，但大人物我们也杀了不少了。可这一次，我们留下了漏洞。山口组的人发动了所有力量在抓捕我们，甚至在暗网上发布了任务。我们好几个姐妹就这样遭了殃。现在距离我们被完全发现，只是一线之隔了，所以我们才去找得你。万万没想到会是小日子的山口组。说了半天，你们找我恐怕是因为我在伦萨城灭了小日子的事吧？有这个原因，我们也是在一个意外的情况下得知您对山口组很有成见，所以我们感觉咱们可以达成合作。当然，最主要的原因，您是先知。先知的事先别提，山口组的事可以好好聊聊。我和这些小日子何止有成见，是有不共戴天的仇。你放心，他们敢来找你，我就办了他们。小日子不找我麻烦，我还想逗逗他们呢。何况这回还师出有名了，必须办他们。我就知道，将军您一定会答应的。以后我们鹰人部落所有刺客，任凭将军您的调遣。很好，至于什么山口组的事，你们放心，等我忙完了这边，我一定灭了他们，还你们一个自由。多谢将军。谢谢将军。这些美女刺客一个比一个漂亮，没准还能发展呢。哈哈，不错，真不错，这也算是捡到了一块从天上掉的馅饼了。被告人陈子在非洲期间指挥作战次数755次，吞并部落和军阀36个。根据华国诉讼法第111条规定，被告人陈子触犯战争罪，判处有期徒刑期，缓刑1年。将军，您说你想杀谁？内罗毕省的军阀也是我们现在的敌人，菲利普的手下。为什么是菲利普的手下？杀菲利普不是更好吗？
我最开始是想刺杀飞利浦的，如果成功，飞利浦的大军必然会乱。但仔细一想，飞利浦的大军乱了，对老坎特最有利，因为他是官方军，飞利浦的那些手下也是官方军，很有可能直接投降到老坎特的麾下。这样的情况不利于我们。要杀的是飞利浦手下的2员虎将，一个叫做乌木，一个叫做哈莱。飞利浦手下号称有4大虎将，飞利浦自己带着2个，在对抗北线的老坎特，剩余2个在对付艾隆将军。现在是枪对枪、炮对炮的硬干，谋略和计策能用的机会不多了。如果杀了他们2个，艾隆将军那边就可以穿乱而上，把这2人的军队吞掉。将军您尽管放心，我们一定在尽快的时间内解决他们，让你满意。多谢了。这一刻，改变战局的契机终于来了。臣子回到拉巴城的市政厅后，身边便多了2个美女保镖，紫嫣和阿依莲。2女为了不显得自己特别显眼，穿上了反叛者军的迷彩服，简直不要太飒。将军，花旗银行行长来了。看来事情是有眉目了，快请。花旗的行长和军火贩子德科和爱丽丝一起来到了臣子的办公室。将军，我已经接到了总部的通知，您的贷款要求被批准下来了，这是汇款单。德科、爱丽丝也拿出武器购买合同。臣子将军，你要先在我们的购买合同上签字，签完字您的贷款才能拿到手。你不知道，我们可花费了不少口舌，才让花旗银行这么快的时间内把贷款给您的，所以我明白，可以理解。臣子随便看了看合同，刷刷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行了，拿贷款合同来吧。行长立刻把贷款合同递了过去。将军，按照您说的，拉巴城的港口1个月的纯利润是500万美金，我们每个月要拿走200万美金，持续20年。1个月200万美金，1年就是2400万，10年就是2.4个亿了，20年4.8个亿美金，3个亿美金，才要1.8亿美金的利息，50%多一点，不算通货膨胀，这笔贷款很不错，比在国内买房利息都低，可以了。臣子将军，我的事情已经完成了，那么我就告辞了。行，不送。将军，现在该我们谈谈买卖了。放心，你们来多少货给多少钱，我不可能把钱一次性都给你们，对吧？对，我们非洲的仓库里只有5000万刀勒的货，后续我们走海路运过来。好，货到付款。那么多军火商都快把我的门槛子踢破了，但我还是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，那就是选择了你们。你们漂亮国人的办事效率，不得不说确实快。将军过奖了，我们是把军火运到您的港口，还是直接运到战场上啊？运我这边来吧，我过数再运过去，比较稳妥。至于这2个军火商，怎么说都了花旗银行给我贷款3亿美金的，我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猫有猫道，狗有狗道，不是一个道上的问也没有意义。米国这个国家内部不知有多少家族，多少财阀，是靠发展争财起的家，他俩其实只是小鱼小虾而已，但小鱼小虾也够我吃饱了。隔了2天，军火到了，嘎嘎新枪、新子弹、新坦克、新炮弹。你该去前线看看了，这批军火我亲自押过去，因为将军您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了。乌木和哈莱与昨晚全部送走了。乌木和哈莱都被刺杀成功后，虽然战场上没有动静，但是这时候就到了自己大显神威的时候了。我的兄弟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的先知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哈哈，你这后勤做的可是很不错，食物很美味，弹药每天都很充足，我的部下都很满意。将士们打得很辛苦，如果弹药不充足，食物不美味，那我可就是罪过了。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我的兄弟，你这次来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啊？对呀，先知有没有什么好消息啊？最近这些天一直在僵持，要是有好消息，你赶紧说说，让我们开心开心。当然有好消息，花旗银行那边答应给咱们3亿美金的贷款。就这事，这也值得你亲自跑一趟。虽然是好消息，但和战争无关，3亿美金也打不了多久的。马维拉，你和臣子将军介绍目前的情况，让臣子将军给咱们出主意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破敌之策。是，臣子将军，现在情况是这样的，我们占领了红叶城，但飞利浦的手下猛将乌木率领了7000人，一个整编旅的兵力，将我们阻拦在了此地。经过这段时间的鏖战，加上受伤的应该还有至少6000人，他们坦克、大炮、无人机都有，火力非常强悍。旁边还有哈莱的一个整编旅在和鲍威尔对峙着，我们不算吃亏，但是咱们现在没有好的方案突破，一直在僵持。臣子看着地形图，脑海里开始盘算着计策。冠军侯、李天王、岳爷爷们的盖世战法都很好，奈何我细节方面的作战存货太少了，回去得赶紧补课，找几本兵法好好研究研究，要不然这样可不行。艾隆将军，先别急着让我看地图，我的好消息还没说完呢。乌木嘎了。什么？谁？大哥乌木啊，不会是城外的乌木吧？哈莱也干了。我的天，臣子兄弟，你哪得到的消息？他们2个怎么一起干了？得什么病了吗？没听说啊。兄弟，你快说啊！你是从哪知道的这个消息啊？我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的？是我派的刺客给他干了，那些刺客回复我的，所以我知道了，你们不知道。什么？你派出了刺客？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我们无所不能的先知，你永远走在我们前面啊！你这一手太厉害了，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地方主帅自杀了，连我们都没有想到，太好了，太厉害了！
先知就是先知，太厉害了！我们怎么没想可以刺杀他们的主将啊？主将一个，大军必乱，必乱啊！等等，你们先等等，我的兄弟，你是在拉巴城看我们迟迟不能获胜，就想出了这么一招计谋吗？买通了刺客，刺杀乌木和哈塞，而且刺杀成功了，哈哈，这办法你是怎么想到的？正所谓兵者，诡道也，只要能打胜仗，什么策略都可以用。我想过反间计，然而菲利普这个人慷慨解囊，对待手下将士必然不会太差。这个计策不太好用，就算有用，短时间内也不会起到作用。但最终还是感觉刺杀比较简单，擒贼先擒王，没有比现在这种情况更合适了。如果这些都是真的，那可太好了。正所谓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。乌木和哈莱可是菲利普手下的得力干将，素有虎将之名，是狠角色。没了他们俩，军队实力必然会大打折扣。而且兵家还有一句话，临阵换将，兵家大忌。此刻就算换了一个和乌木一个水平的主将来，也难以抵挡咱们的大军了。此战咱们必然能够大获全胜。马维拉，看样子你上军校时有我们华国教官吧？这两句成语用得很好啊。对，我们军校是有华国教官。既然老师是我们华国人，那就更应该低调点，也不要怀疑我，我说的自然都是真的了。军帐之内哪敢戏言？我的兄弟，有了你，我必将战无不胜啊！这个计策好啊！现在他们的军队恐怕已经乱了。怪不得今天乌木那边只打了3个基数的炮弹就停止了，我还以为是他们炮弹短缺呢，原来是乌木嘎了。这下好了，现在咱们全军压上去，必然能大获全胜。没错，咱们趁虚而入，必然能痛打落水狗。对对，现在就是行动的最佳时机啊！各位，不可啊，是万万不可啊！咋了，先知？现在对方军队肯定已经乱了，这时候还不全军突击，还等什么时候啊？等对方处理完这件事可就晚了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啊！我的兄弟，这怎么不可了？难不成你还有其他计谋？各位，来时我已经想过了。乌木和哈莱突然一起被刺身亡，菲利普肯定已经知道了消息，他正在和老坎特作战，没空过来指挥，却不会完全不管，而他必然会猜到是咱们派人嘎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他会怎么命令自己的这些手下呢？继续留在这里和咱们僵持吗？不会的。我设身处地的为菲利普想过，在这个情况下他脱不开身，只能命令大军撤退，保全现在的兵力，等安抚好军队后再来找咱们决战。城市可以丢，主力部队却不能有损，断臂求生。如果咱们现在扑上去，必然会掉入他们的圈套，他们肯定已经做好了咱们会追击的准备，所以是万万不能的。臣子将军说的对，菲利普肯定会让军队撤离，和他的大部队回合，到时他完全可以合兵一处，更好指挥。他肯定会命令手下打伏击，埋下地雷，咱们这么追过去，必然损失惨重啊！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我们总不能看着他们撤退吧？臣子指了指地图上的一个桥梁，先行一步炸了他们逃亡的必经之路，在这里设下埋伏圈，等他们过来，而且要快，因为我们不清楚他们是不是已经接到了撤退命令。这里妙啊！这座桥梁易守难攻，只需拍一个营就可以拖住他们的大部队，到时咱们再合围过去，他们必然军心打乱，从而被咱们全歼啊！将军之策，顶1万雄师啊，不10万雄师。我异父异母的亲兄弟，你的计谋级别实在太优秀了，实在是高啊！冈比亚只是一个小国，所谓的一座城市与国内比，其实就是一个小县城而已。一个省的作战就是国内一座大点的城市，必经之路就那么一条。臣子讲了下细节，让艾隆通知下鲍威尔，将臣子的计策告知了过去。我的天，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呀？我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？我还琢磨呢，今天哈莱的军队只打了3个基数就没动静了，原来是哈莱嘎了。先知不愧是先知，太厉害了。鲍威尔这一仗你好好打，必须将他们堵住，若堵不住，军法从事。艾隆将军，先知，你们放心吧，我这就行动，一定赶在他们前面，炸毁桥梁，在那里阻击他们李训。好，行动吧。现在这个时间点，乌木的军队恐怕已经接到了撤退的命令，此时正是咱们的机会，命令大军做好准备，迂回包抄过去，在大桥处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好，很好。刚才马维拉说，兄弟你之计策顶10万雄师，我看是少说了，你之计策顶100万雄师，我现在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了。佩服啊！我们在前线已经绞尽脑汁，却依旧没有想出破敌之策。您却在拉巴城就把这个僵局给破了，简直让我们无地自容。您就是先知没错了，我承认了。哈哈，不用你承认，我们的臣子就是先知，索比亚的先知必将笼罩整个冈比亚，所有人听到他的名字必将颤抖，因为有他就战无不胜。对，战无不胜，战无不胜。行了，别说那些没用的了，行动吧！这么好的机会，如果让他们溜走，咱们就只能继续回拉巴城了。对，务必将这2股部队包围歼灭，一个都不能让他跑了。我的兄弟，我要不要通知一下老坎特，让他发起一次进攻，帮助下咱们？要不然菲利普派兵来增援也不好办。艾隆将军，好计策啊！
但不要说刺杀仪式，就说他们在逃跑，咱们在堵截，让他们帮忙拖住飞利浦的大军就好。老坎特要是知道这个机会是打败飞利浦的关键时刻，应该会帮忙的。好，我这就去打电话。步兵车轰隆隆的开始发动，坦克轰隆隆的开始行动，按照计划向着合围地点迂回包抄了过去。臣子留在了作战室，统领各路大军，旁边就是卫星电话，等待各路消息。紫嫣、阿依莲这俩美女保镖在作战室里看什么都觉得新奇。怎么好奇啊？没什么好奇的，就是无聊，随便看看。我的将军，你们这么合围了过去，如果敌人没去那，岂不是扑空了？是啊，你们怎么断定人家一定会跑，一定会走那座桥呢？内罗毕省就这么点地方，其实很好猜的。这座桥是他们的必经之路，要不然就得绕过整条河，但绕过整条河就得浪费很多时间。他们现在是撤退，自然不会绕那么远。至于说扑空，那就扑空呗。打仗嘛，永远没有100%获胜的。我们只是做了我们能想到的一切，剩下的其实就是听天由命了。可你是先知啊，你怎么能败呢？你的计策扑空了，他们会怎么看你啊？那就不归我管了，我反正已经做了我能做的一切。至于胜败，我自然是不能左右的，败了就是天命，得认。好吧，我们一直以为你料事如神，开了上天之眼，一眼能知道一切，现在看来也有赌的性质。哪有那么神的？二位美女保镖，闲着也是闲着，给你们的将军按摩，尤其是脑子，总用也累。阿依莲率先起身，走到臣子后面，伸出小手给臣子按摩起来。紫嫣作为鹰人部落的最顶尖刺客，有些抵触，就没过去，继续在军帐之内瞎研究。舒服，手艺真好。阿依莲、紫嫣，你们知道乌木和哈莱是怎么干的吗？前后不用3天，你们是怎么做到的？刺杀之道不过就是找人性的弱点。乌木爱喝酒，哈莱爱女人，而且他们根本没什么防备。没错，人性都有弱点，找到弱点很容易嘎的。明白了，专业的就是专业的。乌木必然是嘎在了毒酒之中，哈莱必然是嘎在了女人身上。那么自己呢？我有什么弱点和嗜好？我的将军，你大可放心，有我们在你身边，你的性命不会出任何问题。刺客的第六感很敏感的，你放心好了。麻蛋，以后可得注意点，自己的小命必然有很多人惦记。叮铃铃，叮铃铃，此时卫星电话。我的先知，我亲自带队已经抢占大桥，按照你说的，没有打草惊蛇提前炸，我正命令手下在挖战壕的，动静很小，必然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的。好，看来他们的反应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快啊，那你们就多挖战壕，3横3纵，帮坦克用。好的，先知，跟你打仗就是痛快。这地方我看了，易守难攻，只要桥梁一断，他们根本就没地方跑了，而且是一个凹地，陷进来就很难出去了。我的哈姆兄弟，那你也得小心点，他们是2个旅，接近15000人的人马，你一个营的兵力，务必做到小心，小心再小心啊！先知，我记下了。哈姆，我可听艾隆将军说过，你冲得最快，你是指挥，你是将军，你不用身先士卒，只要守住你的防线就好，知道吗？这才是重中之重，这是一场苦战，枪炮不长眼。我的先知，你就放心吧，我打过无数场仗的，没事的枪子都得躲着我走。那你也给我小心点，我可等着喝你的庆功酒呢。哈姆之所以能得到艾隆如此的信任，就是因为打仗不要命，这个非洲好兄弟可不能出事了。臣子看着旁边2个美女，笑了笑，继续等电话了。叮铃铃，叮铃铃，电话又响了。臣子拿起来一听，我的先知，我的任务是尾随哈蔡的部队，他们确定已经开始后撤了，而且做得很隐蔽。如您所料，后边的部队布下了很多的步兵地雷和反坦克地雷，我们按照计划都绕了过去，在5里外悄悄地跟着。好，继续跟踪，不要被对方发现。是，我的先知。他们居然真的在逃跑，真的冲着那座桥去了，你这猜测的也太准了啊！怪不得他们那么多人都那么赞扬你，你的算计真是太厉害了。先别着急夸我，再等等看吧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叮铃铃，叮铃铃声再次响起。我的先知，我正在尾随乌木的部队，他们也开始后撤了。军帐和一些破旧的坦克、大炮都没拉走，但却布置了很多地雷。我们正在悄悄地跟随呢，方向如您所料，就是大桥的方向。巴特曼，继续跟踪，千万不要被发现了。好的，我的先知，我们继续尾随。鲍威尔和巴特曼只是小股部队，只是尾随没有什么意外。正面硬刚的是大头和艾隆统领的大军，现在应该在迂回包抄，到时会在大桥处形成合围。就算乌木和哈莱的部队人数占优势，但在被包围的情况下，还是难逃覆灭。倒是坦克、大炮的一轰，必然是尸横遍野。当年诸葛武侯用计，火烧藤甲兵，火烧司马懿说这样的计策太阴损，会折损阳寿。我这一招也很绝啊，最起码上万人会因此丧生，会不会折损我的阳寿呢？想来是无稽之谈吧，要不然漂亮国的那些总统怎么活得都挺长寿。随着一声巨响，红叶车往外车打起来，最终决战开始。炮弹直追大船，一直没有对到的机。这一刻突然出现了，飞利浦这边集结撤退的大军，瞬间被打得措手不及。
别乱跑，别乱跑！招掩体，招掩体！组织反击，快组织反击啊！乌木和哈莱已经嘎了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丢武器吼，胆敢反击就是嘎！兄弟，乌木将军只是暂时有事，不要管对面，给我狠狠的打！不管真。将军，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？他们一定会这么撤退，还一定会走大桥那个方向。难道他们想不到，大桥一被炸毁，他们就嘎路一条，无路可走了？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，地图上显示的清清楚楚，他们只有走这条路才能快速的和飞利浦会合。飞利浦必然没有猜到我们会迂回包抄，事情就这么简单。这可是几万人的战争啊，关系着最终的胜负，他们就不能思索的全面一些吗？这也太笨了吧！这种情况换做我会让他们绕远道，可飞利浦没有这样，所以他只能接受失败。还有就是他们两个里的主帅都嘎了，必然想着尽快回到飞利浦那边，这样走也是对的，只不过被我猜到了而已。哦，好吧，虽然我没听懂，但是我感觉你很厉害。电话声又一次响起，陈子抽着话筒，不准备睡了。接下来电话是一个接一个。紫嫣和阿依莲看着眼前的男人，指挥着一场必将载入冈比亚历史的战争。此战之后，飞利浦的败局已定，艾隆将军真正的走上了历史的舞台。第二天，刺眼的阳光照射了进来，一夜未眠的陈子伸了个懒腰，看着刺眼的阳光。今天真是个大好天气啊！战场上的就在刚才，艾隆将军打来的电话，举起了白旗。哎，不容易啊！虽然算计好了一切，但被水一战之下，乌木和哈莱的军队还是显示出了超强的战斗力。幸好这次带了5000万美金的军火，否则这块骨头更难啃。所幸终归还是赢了。德彪，传出去，咱们赢了。是将军。这一仗之后，整个内罗毕省的南方就全在我们控制之内了。要想自己制定出这个策略，要老坎特同盟进攻飞利浦，到现在已经占据飞利浦的半壁江山，不可谓不快啊！还是靠老祖宗们留下的智慧，才能打这么爽快的仗。感谢祖先们的庇佑，感谢冠军侯、关二爷、李天王、岳爷爷的帮忙啊！咱们赢了，咱们真的赢了！将军能骗你？肯定是真的赢了！赢了，赢了，咱们赢了！哈哈哈！是啊，咱们胜利了！欢快的声音在营地里。此刻，紫嫣、阿依莲对于陈子的配合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们组长那么信任你了，因为你真的很厉害啊！是啊，太了不起了，事无巨细你都能提前猜到，真的不负先知之明啊！我有没有厉害到让你俩想要以身相许啊？如果有的话，我还是很高兴的。算了吧，我们姐妹倒是想怀上你的孩子，因为那样的话，我们的孩子必然很聪明。但问题是，你肯定不会同意孩子跟我们走的。这话对，我不会允许我的孩子成为刺客。那么就算了吧。此刻陈子遥望着战场的方向，艾隆、哈姆、大头、巴特曼、鲍威尔应该都很高兴吧？走了，回拉巴城睡觉去。将军，你不等等他们吗？你们不是约定好了要一起庆祝的吗？是啊，你这么走，是不是太着急了？真正的胜利还没有到来，有什么可庆祝的？拉巴城才是我的战场。至于我要和艾隆将军说的，我已经留下纸条了。走了，困了。如来时一样，陈子悄无声息地回去了，试了服一去，深藏功与名。3个多小时之后，艾隆带着手下所有将领高高兴兴地回来了。陈子兄弟，你在哪？今天咱们不醉不归啊！艾隆将军，陈子将军已经回腊八城了，他留下了一封信给您。陈子将军说，他的话都留在上面了，还说腊八城那边还有事，他不能不回。腊八城那边什么急事啊？让他连庆功酒都没喝。是啊，这么急吗？我还没见先知一面呢。把信给我看看。艾隆将军接过打开一看，将军，真正的胜利距离咱们其实还很遥远呢，不必喝什么庆功酒，还有让部队守住那条河，桥暂时不要修了。你现在要做的是把内罗毕省南部全部消化，绝不能再轻易开战，让老坎特和菲利普继续在北线打就好。如果老坎特让你帮忙，你就说损失惨重，再招兵买马。现在老坎特后方空虚，这是咱们在索比亚省北进的最佳时期，但咱们和老坎特的盟约不能轻易破坏，菲利普没灭之前绝不能轻易撕破。还有就是周边省市的军阀也可以结交，远交近攻永远是不落伍的外交的策略，切不可着急。还得是我的陈子兄弟啊，真是天助我也。先知说的对啊，先知就是比咱们想的就是超前，而且远交近攻也太对了，咱们是得搞外交了。陈子这一觉睡的是昏天黑地，睡得脑袋发沉，慢慢的在睡梦之中，甚至还听到传来了吵闹声。把东西都给我抬进去，千万别弄坏了，这些可都是我的宝贝。哎呀，你们怎么这么笨啊？都先放在客厅里，一会儿我们俩再选。声音很大，陈子迷迷瞪瞪的醒了过来。这2个穿迷彩服的女人是谁啊？是啊，你们俩是谁啊？这声音是杰西卡和索菲亚回来了，这2个女人还知道回家，我正一肚子气呢，我不打你俩屁股就对不起你们。亲爱的，我下次不敢了。还知道回来，去了几天啊？
你们自己说。亲爱的，我们去了半个多月吧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就是玩疯了，绝对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，原谅我们吧。对呀，亲爱的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。现在知道错了，晚了，你们两个给我趴好。陈子手拿小皮鞭，惹得二女一阵叫喊。亲爱的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。说错在哪了？我们不该一去就这么长时间，但是亲爱的，我们期间给你打过电话的，有时候是你不接，不怪我们啊。对呀，亲爱的，我们还给你带了好多礼物的，原谅我们吧。给我打电话不接，难道就不知道我生气了吗？一去半个多月，是不是钱花光了才回来啊？不花光了，是不是还不想回来的？陈子越说越生气，鞭打人不低。陈子打陆慧，这才消气一点，皮鞭一扔。这回我看你们还敢不敢也了？不敢了，亲爱的。亲爱的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其实我们给你带了不少礼物呢，我们想着你呢。哼哼，这次就先饶了你们俩。亲爱的，那2个穿迷彩的女人是谁啊？艾隆将军赐给你的吗？阿依莲和紫嫣都很漂亮，杰西卡和索菲亚感觉到了深深的威胁性。二女在南非挥金如土，过着梦寐以求、纸醉金迷的生活，什么贵买什么，过的是好不乐乎。如果二女此刻没了这种不劳而获的生活，恐怕得想去死。没办法，没钱时怎么都好说，就怕有钱了，突然再没钱，这才是最难过的。他俩是我的贴身保镖，你们最好客气点。他俩是保镖，怎么能这样呢？感觉像个女主人一样。是啊，让他俩去外面不行吗？不行，他们必须对我贴身保护。还有你们俩，给我看好了，这间房子的女主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她。佐伊，他们俩以后就交给你了。啊，亲爱的，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们啊！我们只是出去一趟，怎么就变成了这样？不行，不行，我们才是这栋房子的女主人，这点不能更改。这就是你们出去半个月音信全无的代价。再有下次，到时你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。佐伊才是这里的女主人，你们都得听她的，明白吗？不，亲爱的，我们姐妹是有不对的地方，但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们啊！我们是你的女人，顶多和她平起平坐，怎么能听她的安排呢？我是男主人，佐伊是女主人，你们的身份因为你们犯的错误降了一等，用我们华国人的说法就是如夫人了。至于以后身份能不能提升，就看你们的表现了。如夫人是什么意思？一个漂亮国人，一个意大利人，显然理解不了这句话的意思。看情况应该是小3、小4什么的。佐伊，现在他俩就交给你了，你给我好好管教管教。是，老公。哎，早知道不疯这么久了，出去玩一趟，老家被人偷了。陈子睡了这么久，太饿了，就出门找吃的去了。我亲爱的将军，你可以啊！3个老婆，一个漂亮国人，一个意大利人，一个冈比亚人，不知有多少男人会羡慕你呢。军阀的生活果然很美妙啊！陈子挥了挥手，没接这个话茬。你们呢？睡了多久啊？我居然睡了20多个小时。我们不像你那么累，回来后我们俩轮班睡了一下，今早就恢复了。哦，谢谢啊！没想到自己睡着了，阿依莲和紫嫣还轮班守护自己，保镖做得够称职的。这样好了，为了表示对你们的感谢之情，我带你们去吃顿好的，走城里下馆子去。陈子坐着劳斯莱斯来到了华国快餐店，也不知道雨欣和雨薇这对姐妹花今天在不在，但厨师大胖、二胖肯定在。陈子推门而入，发现一个华人小伙子正在收拾桌子。我亲爱的陈子将军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快坐，快里面坐。二胖，陈子将军来了，快做条鱼。好嘞。陈子将军，我们今天新进的鱼很新鲜，一会炖一条，让你尝尝啊。行，就是快点啊，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。陈子坐下了，看着那个华人小伙子，有些好奇。大胖，你们什么时候招新员工了？你说他呀，这小子可是个狠人，听说咱们这打仗呢，就办了护照跑了过来，说要发战争财呢，结果一下飞机就被人打劫了，光着腚在街上溜达，如果不是我们收留，恐怕就得饿死街头了。发战争才来的，还被打劫了，连衣服都被劫了，这么惨的吗？被告人陈子在非洲期间指挥作战次数755次，吞并部落和军阀36个。根据华国诉讼法第111条规定，被告人陈子触犯战争罪，判处有期徒刑7。你叫什么？怎么想着来冈比亚发战争财？你知道战争财怎么发啊？将军，我叫曾小强，我就是在国内实在赚不到钱，听人说这边打仗乱得很，就琢磨过来壮壮大运。那你胆子可够大的，啥都不带就来撞大运，这不是找死吗？我本来想做主播来着，来这边直播战争，奈何嘴太笨，做不了主播，后面就想着来卖兰州拉面的。将军，我没上过大学，初中毕业就辍学了，后来在餐馆学了点拉面的技术，然后自己开了个兰州拉面馆，结果生意太差，差点把裤衩赔没了。后来我就去了漂亮国，
听说那边也有很多拉面馆，去了之后，那些华人老板更他妈的黑，一个月管吃管住，才给3000块钱，隔三差五还得躲移民局的人。我干了半年就回国了，抛去开销，我连机票钱都没赚回来。回国后基本就处于失业状态。听说冈比亚这边打仗了，我就琢磨过来弄个拉面摊，没准能赚一笔。那曾想到，一下飞机就被一个出租车司机抢了，如果不是大胖哥收留我，我现在都得饿死。我去，你年龄不大，人生经历很丰富啊。这层小强年龄感觉比我还小，居然在米国拉过面，还想来冈比亚来拉面。这小子别看长得挺憨厚的，胆子真大，够能闯的。兄弟，你这么来回跑，家里就没人管你。我爸在我上小学4年级时就出车祸死了，我妈把我带到6年级就改嫁了，我爷爷奶奶死得更早，所以我自从上了初中就一直一个人吃，一个人住，没人管我。这个曾小强的人生也太悲催了吧。小强啊，你跟着胖哥我好好干，肯定比你在漂亮国的赚得多，而且还可以学习炒菜。等你会炒菜了，你再来回跑也不迟。我看行，大胖你可不能剥削咱们自己人啊！一个月我看最少得给人家8000块钱，这兵荒马乱的，你哪找这么麻利的员工啊？我看他干活挺踏实。我给他开1万呐，还免费教炒菜，我对他相当好了。哈哈，大胖够意思。至于发战争财，哪有那么容易的？我要是让曾小强给我弄1米斤的枪支弹药来，可以给他一辈子都花不完的回扣。可问题是，他弄不来啊。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，没本事你到任何环境都赚不到钱。紫嫣，阿姨连这2位刺客学会拿筷子之后，居然对红烧肉情有独钟，一直不停地往嘴里旋。这个肉好好吃啊！是啊，不肥不腻，很香。你们这炫饭速度也是够可以的，很好吃，我很爱吃，谢谢你的款待呀。你们俩这么炫，明显不够啊！大胖再来1碗红烧肉，他俩太爱吃了。好，我们这就炖。此时，快餐店突然进来了一群华国人。早就听说了，这有一家顶好的华人餐馆，那味道是相当的正宗。老板，我们是特意从其他城市过来的，我们都是华能的员工，这不放假了，来这尝尝正宗的川菜，一会儿多放辣椒啊。华能的员工啊，你们的人以前来过，你们在约翰城那边有个基地是吧？开车过来最少要2小时啊，放心，味道一定让你们满意。陈子愣住了，看着他们在那有说有笑的，突然想到了自己。若自己没有遇到艾龙将军他们混战，没有被抓走，自己恐怕会顺利入职，成为华能的员工吧。那么现在的自己肯定是截然不同的人生吧，没准自己也会出现在这群人当中，来这里打牙祭吧。人生啊，真是充满了无数的不确定性啊。怎么遇到熟人了？你们都是华国人，认识啊？怎么家里3个还不够，外面还有老相好的？别胡扯，也许在另一个平行时空下我们是老相好的吧，但是这个世界是你们的红烧肉吧。好。紫嫣看陈子不愿意说，也没追问，自顾自的继续削饭。吃完饭，陈子就回到了办公室。前期陈子在拉巴城的主要任务就是筹集粮草，但随着3亿美金的到账，粮草等方面已经不再那么紧缺，倒是稍微轻松了一些。此刻陈子的手机响了起来。怎么是陌生号码？知道我手机号的人不多。喂，谁啊？陈子将军，你好。此刻电话里一个非常标准的普通话声音传来。我是华国派冈比亚共和国大使馆武官武涛。听到普通话的那一刻，我就猜到了，自己这么高调还会见了工行的行长，之后又搞出这么多事，不被注意才是怪事。原来是大使馆的武官啊！失敬，不知找我，有什么事吗？上次你会见工行连行长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注意你了。你是一个有骨气的、有担当的华国人，索性我就不绕圈子了。说吧，估计是大使馆有一些是自己不好出面的事，需要自己这个当地军阀出面，要不然不会这么说话，这么客气，一看就是有事找自己。你知道的，现在冈比亚内乱，我们作为一个中立国，是不能参与的，也不能随便动兵或者动用武力的。这件事如果你能帮忙，自然是再好不过了。你以后有什么事也可以找我们大使馆，我们如果能帮到你的，也会责无旁贷的。比如上次你银行贷款的事，你太着急了，如果再多等几天，工行那边没准会答应你的。是吗？在我印象里，华国很少掺和外国的事的，主打一个平稳发展。不浪这回怎么愿意了？看来还是国力强大，有信心了啊。好，我记下了，这个我可是真的记下了啊！别到时我找你，你不帮忙啊！哈哈，记下就好，这样我才好找你办事。互帮互助是我们华国的传统，那可是长久买卖。吴涛说的很含蓄，其实里面意图很明显了。大使馆会帮助陈子，就是国家会给予陈子一定的支持，说明陈子现在的这个位置对于国家来说很有战略价值。这下我更有底了。这次的事情是这样的，宝岛有个旅行团在利索亚省失踪已经10多天了，宝岛方面找了很多次都找不到，最后只能求到了我们这里。上面的意思是一定要找到，不惜任何代价。冈比亚毕竟不太平，我们又不好出面，所以只能靠你了。宝岛旅行团，这是脑残吗？
这边打仗还往这边跑，真是胆子大了，什么都敢干啊！你都开口了，我自然责无旁贷。但利索亚省距离我们这里可很远，还有就是这个宝岛旅行团又是什么情况？资料等会我传给你，他们每个人的手机都被关机了，我感觉是被当地军阀给抓起来了。利索亚省比你所在的索比亚和内罗毕都要混乱得多，那里的部落和军阀连我们都无法搞清楚具体都有谁，所以我们能提供的资料也不会太多，你得做好思想准备。再难我也会完成的，谁叫是国家交代的任务呢？还有就是我下次有事也好向国家开口啊。那事情就这么说定了，我把资料传给你，你那边越快越好。没问题。挂断电话后，资料很快就传递了过来。陈子一边看资料一边琢磨，国家居然关注到了自己，还求自己办事，等我回了国，怎么不得给点面子啊？最起码别把我抓起来就行。资料并不是很多，只交代了旅行团的旅行路线，最后在哪失踪的。这个宝岛旅行团居然是个富豪团，里面的人身价都不菲，居然还有几个女明星陪玩。没错，就是陪玩，单纯的陪玩。当然这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得找到他们。国家第一次求自己办事，可不能含糊了。陈子受华国派冈比亚大使馆的委派，带着部队一路奔袭，来到了利索亚。这他妈的有什么可旅行的啊？看光秃秃的山头啊，还是看部落里穿草裙的野人？这回行了，让野人抓了。真搞不懂这富豪旅行团是怎么想的。拉斯维加斯、澳门、蒙特卡洛不好玩吗？国内的大好河山不香吗？非得跑着来，不作死就不会死啊！将军，这里唯一的一伙军阀是一个叫做蒙特的军阀，旗号打的是全国反抗者军。如果你要找的那伙华国旅客是在这消失的，多半是被他们抓走了。这伙军阀无恶不作，是群典型的乱匪。全国反抗者军，那就好办了。德彪接着往前开，遇到人就说咱们是全国反抗者军，是艾隆将军的军队来利索亚寻找盟友的。是将军。吉普车又开动了，德彪在最前面的一辆装甲车上带路，后面几十辆吉普车、皮卡车跟着。将军，利索亚省是冈比亚最北边的省，再往北就出国了。这个省是个山连着山，属于山脉地区，各种部落非常多，非常杂，再加上内乱，就出了无数的军阀，可以说是整个冈比亚共和国最乱的地区了。对呀，平常我们也不来这个地方的，其他省最起码有个大的军阀控制着社会秩序，还能继续过着还算说得过去的生活，不至于被无辜抢劫、被掳走。但利索亚这个省就不同了，完全是乱的。因为这些军阀就是强盗，见到女人就抢，见到店铺就抢，没有任何的秩序可讲。只有一些部落内部还算有些秩序，但也各自为政。这属于小说中的三不管地带了，有没有和平饭店什么的？啥？饭店是有，和不和平就不知道了。算了，说了你们也不懂。将军，前面有一座关卡，看情况是到了反抗者军的地盘了。你们是什么人啊？这里是蒙特将军的地盘，停下，快停下！我们是索比亚省艾隆将军的军队，来这找反抗者军的盟友的。你们是反抗者军吗？队长他们都穿着军装，装备也挺好的，看样子是个大军阀的人。你再说清楚一些，你们是谁的人，我好去禀报。朋友，听好了，我们是索比亚省艾隆将军的手下，你去禀报下，你家将军肯定知道。好，我这就去。你们等下。关卡人，快去禀报了。这个什么蒙特将军没有多少军队，直接杀过去不就行了吗？何必这么麻烦？你们好歹还是顶尖刺客呢，这都看不明白。这么冲过去，他们占据山头，地形也比咱们熟，咱们肯定损失惨重。再者说了，对方抓没抓我要救的那些人，我都不知道，我干嘛和他们打仗啊？干完了发现他们没抓人，那不是更搞笑吗？这倒也是。我们将军说了，他知道艾隆将军，他说他很佩服你们艾隆将军。既然是同为全国反抗者军的盟友，我们将军很想和你们聊一聊。将军，现在怎么办？跟他们聊，先顺着他们来。你们说怎么聊啊？我们愿意配合。你们先跟我们来吧，到了我们基地再说。没问题，全部上车。陈子在车里看着外面，感觉周围的情况和当初艾隆将军那里差不多，只不过地理位置更偏僻一些。不一会来到了一个营寨门口。我们将军说了，你们不能都进去呢，想谈事让主事的人来。将军怎么办？德彪，你进去一趟，你代表我和他们谈，记得什么都可以答应，就说艾隆将军要找盟友，主要是观察观察有没有华国人的身影，这才是最主要的。是，我进去和你们将军谈，我是代表。行吧，先把武器留在外面，你跟我们进来吧。德彪卸去武器，跟着进去了。他会不会有危险啊？德彪可是个好孩子。放心吧，咱们这么多车，这么多人在外面给他压阵呢，他不会有事的。那你怎么不去啊？是啊，还不是有危险，你才不进去的。懂不懂啊？我是三军统帅，哪有三军统帅只身进去探查情况的？我们是在军事作战，不是小孩和泥巴。哦，对呀。德彪一边跟着往里走，
一边左右看着，而后看到了一辆大巴车，突然他意识到了什么。朋友，你们怎么还用大巴车啊？难不成打仗也用？怎么可能？我们友军用吉普车，这是我们劫持的一个旅行团，放在那没什么用，就当放杂物的了。这样啊，我还以为们打仗开大巴车呢。这辆大巴车还蛮新的呀。是一群华国人的车，华国人都很有钱，所以这车是很不错。我们本想卖掉的，但根本没人买，只能放在那了。看情况是找对地方了。会面过程，德彪全程在敷衍。蒙特要什么，德彪都答应了。兄弟，你回去说吧，结盟没问题，只要把我要的军火、弹药、新军装送来，艾隆将军让我打谁，我就打谁。好，没问题。德彪笑着出了营寨。将军，你要找的人就在里面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也问得清清楚楚，就是抓了一伙华国人。好，撤退。是。此刻的紫嫣、阿依莲又懵逼了。你已经确定了，你要找的人就在里面，为什么还要撤退啊？你们俩什么情况啊？这都看不明白吗？你们看看他们的武器这么垃圾，而且根本没有夜视仪。我的部队是有夜视仪的，我当然要晚上偷袭了。这么打才能把损失降到最低。我是3军统帅，自然要为这些战士的生命负责了。这么直接打着往里冲，得死多少人啊？还有你们跟了我这么久，就不能学聪明点吗？好吧，你再一次说对了。我感觉我们下次说话是不是要提前动动脑子了？要不然总被这家伙瞧不起了。紫嫣又看了一眼陈子，他真的很冷静，脑子又转这么快，或许这就是3军统帅该有的样子吧。德彪，你带突击队进攻正门，等我这边打掉探照灯后，你就行动，记得千万不要打草惊蛇。是，将军，突击队跟我上。德彪带着30多名突击队成员，带着夜视仪，拿着突击步枪，摸了。紫嫣、阿依莲，给你们个表演的机会，一人带一队，左右突击，把那些巡岗的给干掉。将军，我们的任务是保护你，我们去了，你怎么办？是啊，你让其他人带队吧，我们的任务是保证你的人身安全。我就在这，我能有个屁的危险！再者说了，你们跟着我，日后少不了打仗的时候，今天正好练练，也是个好机会。好吧，听你的。紫嫣、阿依莲同意了。2队跟我走，3队跟我上。而后每人带领。当年朝鲜战争，我军最擅长的就是夜战，漂亮国军可没少吃亏，这也算继承一下我军当年入朝作战的优良传统了。将军，突击队已到达指定位置。紫嫣已到达指定位置。阿依莲也到达了进攻位置。记得探照灯一灭再打，别着急。德彪收到。紫嫣收到。阿依莲收到。开始吧。是，将军。陈子前面的神枪手架上狙击枪，调整了下，瞄准了前方的探照灯。探照灯应声而灭。发射！直接炸出了营寨大门，门口的守卫还没反应过来就报销了。爆炸过后，突击队根本没有开火，给我轰炸他们后面的营地。说完，一排准备好了，瞄准。现弹冒飞射了过去。把你们带的所有火箭筒都给我打光，这些东西能换回不少兄弟的命，不要节省，给我开火。将军说了，不要节省弹药，给我使劲的轰。这些东西可都是真金白银买的，在非洲很多军阀都舍不得用，因为在他们眼里人命更便宜。但是在我这可就不同了，这些东西都是能买到的，所以生命更重要。给我继续轰！直接将整个营寨炸成了一片火海。我投降，我们投降，我们不打了，不打了，请饶了我们啊！这些从火海里逃出来的士兵双膝跪地，惊恐到浑身颤抖的，不敢再有任何的反抗。将军怎么办？想者不杀，让他们蹲在原地别乱动就行了。是，将军，不想死的都给我丢下武器，趴在原地别动，要不然就是死。是，我们投降，我们不反抗，我们投降啊！蒙特的人纷纷丢下武器，军阀混战，一会儿跟着这个，一会儿跟着那个，士兵基本没有死磕的。紫嫣、阿依莲此刻也回到了陈子身边。我们的大将军，你不是说你要一直待在山顶吗？怎么跑下来了？是啊，你可言而无信了啊！没办法的啊，胜利太快了，我就没忍住，哈哈，下次一定言而有信啊！好吧，这次就原谅你了。而后德彪将一个健硕的男子压了过来，给我跪下！将军，他就是那个蒙特将军。你们是骗子，你们他妈的骗子，骗了我，要不然我不会输得这么惨。行了，打仗输了就得认，兵不厌诈，这都不懂，你还打什么仗啊？打仗就该炮对炮，兵对兵的摆好了再打，你这不叫打仗，你就是个骗子。
这些都是谁告诉你的？打仗还得摆好了再打啊！你这种人怎么当的将军啊？怎么拉起一个队伍的？海兵对兵，炮对炮的摆好了再打，你以为是小孩子过家家吗？我和你说实话吧，我们这次千里奔袭而来，其实不是来找你麻烦的，是你抓了我们华国人，我是来救人的。什么？你们不是来抢地盘的吗？现在居然扯出了什么华国人？华国人啊，你看看我，看不出来吗？什么？你竟然是华国人？德彪，交给你了。德彪就是一枪打在了蒙特的肩膀上。闷他妈的倒是先问啊，直接开枪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不好意思，说你们绑的那群华国人在那。你说我抓的那些华国人呀，在地牢里。行了，你的使命完成了，德彪送他回家。这些军阀都是血债累累，死不足惜。臣子没有任何怜悯的走向了地牢。怎么，外面是不是打仗了？会不会炸到这里啊？肯定是军阀之间的混战，你打我，我打你的，乱打对于咱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，谁赢谁输，咱们还是会被卖掉。此刻地牢的门被打开了。我的天，是不是漂亮国的阿兵哥来救咱们了？太好了，咱们有救了，咱们终于获救了！感谢漂亮国，感谢漂亮国阿兵哥啊！操，还漂亮国的阿兵哥，叫的他妈的还挺亲切啊！你们真当自己是漂亮国狗腿子了？奶奶的，看清楚了，我和你们一样，是黄皮肤、黑眼睛、黑头发的华国人，还漂亮国的阿兵哥。漂亮国的阿兵哥们哪有功夫管你们的死活啊？也就我们还惦记你们，妈的，真是数典忘祖啊！知道这些宝岛人有些二鬼子，没想到自己救的人里也有二鬼子，真想让他们自生自灭了。华国政府好，华国政府才是真正亲人啊！太感谢华国政府了，太谢谢你们了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啊！大家都是华国人，我爹是东山人，我还在东山见过新王修学呢。咱们都是一个老祖宗的华国人啊！娘的，为了你们，我们千里迢迢的奔袭杀过来，浪费了这么多军火，费了这么大的事，一进来就听到你们在这喊漂亮国的阿兵哥，我都想扇你们。是我们错了，我们是看你们的装备，以为是漂亮国人，别不管我们啊，咱们都是华国人。对，我们以身为华国人为荣，漂亮国怎么会管我们死活呢？我们就是看走眼了。对，黑灯瞎火的，我们就是看走眼了。放心吧，孩子不孝顺，不认爹，爹也得认儿子啊！打两下，骂两下也是血浓于水的感情。德彪，把锁给他们打开吧。是，将军。德彪立刻过去敲门开锁。紫嫣、阿依莲，你带领他们收拾残局，我上去找个地方补觉去了。没问题了，您休息吧，我们收拾残局。清晨时分，臣子在一个破旧的房子里醒了过来，睡一觉舒服多了。臣子跳下床走了出来。将军，事情都处理的差不多了，投降的人都在广场蹲着呢，人数是326人，其他的基本都死了。您的那些同胞正在吃饭呢。好，很好，德彪的办事能力是越来越强了。德彪，好好干，你早晚也是将军。嘿，是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当将军。那就跟着我好好干，我一定让你当成将军。是，将军，我会跟着你好好学，好好看的。行了，去看看我的那些同胞们吧。臣子走向了那些宝岛富豪旅行团的人。昨晚他就是那个救咱们的人吧？这些黑人士兵以他为主，这是不是华国政府找的雇佣军啊？肯定是了，冈比亚内乱，中立国家怎么能派自己的军队来查国救人呢？将军，多谢您了，您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！我们几个都是很拥护国家统一的。对，我爹是中山人，我80年代就回过国了，我是铁杆的支持赶紧统一。行了，我懒得听你们这些废话了。至于事情起因，我是受了政府的委托来救你们的。我是谁并不重要，我救你们也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们背后的祖国母亲想着你们呢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国家的恩情，我们一生不忘。我们回到宝岛后，一定会宣传这一切的。对，我们不会忘记国家对我们的恩情的。这就对了，你们不要太激动了，赶紧吃饭。吃完了饭，一会跟我走吧，我会把你们送到华国大使馆。这位将军，我们很想感谢你，你带着人，又是枪又是炮的，辛苦了。你能不能说一下名字啊？我回去后，我一定在妈祖面前天天给你祈福。对，将军，您告诉我们一下您的名字，我们今生今世不忘您的恩泽。我叫什么不重要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臣子说完，转身走了。这个利索亚省其实很适合开辟成第二战场。索比亚、内罗毕那边已经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场面。艾隆将军和老坎特虽是联盟，艾隆将军现在已经在休整了，正在快速发展。这个时候，如果在利索亚省开辟出第二战场，必然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。此地没有大军阀，一片乱局。如果有艾隆将军这样的大军阀扶持，必然很快在此地站稳脚跟。到时在帆布索比亚那里，绝对双赢的买卖。我要是留下在这好好的发展，没准比在索比亚省、内罗毕省那里更有前途的。奈何我现在得为前线筹集弹药，2款实在抽不开身。
德彪，把这些投降的全塞进地牢里去，让他们也试试住地牢的滋味。是。德彪立刻安排人照做。这里要是发展成第2战场了，大头肯定是最佳人选。把大头调过来，再加上强大的金钱支持，必然很快就成为这里的最大军阀。但问题是，大头是心头靠的，艾隆将军未必信得过。大头如果做大，也未必愿意再听命艾隆将军，倒是没准兵戎相见，那就更难搞。这么一看，哈姆最合适，主心也有能力，但问题是内罗毕省的战争离不开哈姆。其他人，巴特曼只想守家也不愿意来，放弃真的太可惜了。紫嫣，阿依莲梳洗打扮完毕的走了出来，穿着迷彩服，踩着小皮鞋，很是飒爽。我们亲爱的将军，你在想什么啊？事情不是已经结束，不是要回去了吗？你怎么还在这转圈啊？回去是回去，但咱们把这里打下来了，还有这么多的降兵，不用起来太可惜了。这里山沟沟似的，有什么可利用的？至于那些人，你如果觉得有用，就带回去，反正有皮卡车装得下。对，紫嫣说的对呀。我这是对牛弹琴啊。算了，先让德彪留下吧，后面怎么发展想好再说。德彪，我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，你选100人留在这里，看守这个基地和那些俘虏，其他的等我命令。向来服从，从不迟疑的德彪愣住了，看了看周围荒山野岭的基地，也烧毁的差不多了。将军的吩咐必然有将军的道理。是将军，那我去选兵了。去选吧。德彪立刻去选人了。留下的人定下来后，臣子这才带着剩余的人和宝岛富豪旅行团的人折返回归。把人送回大使馆之后，武涛打来电话深情感谢了一番。臣子依然想着基地的事，随便客气了几句就挂了。中午，臣子来到了华国快餐店吃饭，依然有些分神。德彪年龄太小，撑不起这么大的摊子，手上没人事真难办啊。臣子将军，我能不能和你说几句话啊？兄弟，有事你说，咱们都是华国人，你不用客气。臣子将军，我不想这样混下去了，我想跟你混，让我干什么都行，做马前卒都行。我的厨房里倒是缺个做面条的面点师傅，跟着我肯定比在这舒服一些。你年纪小，还可以多学点东西。不，将军，那不是我想要的，我想和你一样从军。将军，花言巧语的话我不会说，但我是铁了心了，就想拼一把，希望你能成全。这父亲早亡，母亲改嫁，家人全不在，孤苦伶仃的孩子就是很容易走极端啊。但当兵跟自己混，臣子突然灵光一闪的想到了德彪，想到了基地。你真想好了，跟我混，我这可是3更富5更死的买卖，当兵可没你想的那么容易。我想好了，想了很久了。行，我给你个机会，而且还是给你个大机会，就看你小子行不行了。至死方休，不死不休。那就跟我走吧，我给你个不死不休的机会。曾小强头也不回的跟着臣子走了。就是这么灵光一闪的一个决定，非洲大陆上又一个华国军阀出现了。曾小强从没想过，臣子给自己的机会是让自己来到这么一个光秃秃的山头基地，给一个17、18岁的孩子当军师。没错，他成了德彪的军师。我曾幻想过拿着冲锋枪冲锋陷阵，也曾想过站岗放哨，做个大头兵，却从来没想过有一天给一个非洲小孩当军师。军师，现在我们怎么办？等我想一下。基地卧室里，曾小强拿着手机开始研究各种兵法、各种典籍，希望能找到一个和此景能对照的，让自己借鉴一下。小时候，算命先生说我是6两2钱的命，富贵无双。读书能读到清华北大，光宗耀祖；当兵能做到将军，为商亦能富甲一方。还说遇到麻烦必是逢凶化吉，吉人天相。我从没当过真，我从小丧父，母亲改嫁，没有人比我的命更差了。但此刻，或者说是时来运转了。曾将军好，现在我也成为将军了，但问题是自己这个将军该怎么办啊？曾小强思索了3天3夜，着急上火的眼里充满了血丝，依然没想出什么好主意来。他决定搬救兵了。师傅，我们现在天天缩在基地里，根本不知道干什么，怎么办啊？德彪说进攻城市，可我们人手根本不够。其他一些将领说进攻其他部落，从而招兵买马。就我还没注意，求救啊，师傅！臣子坐在拉巴城的办公室内，看着信息笑了。这层小强遇到事情，知道问问人，没有乱来，这点挺不错。第一，我帮得了你一次，却帮不了你一世，你得慢慢摸索。我劝你多读读兵法和史记列传一类的书籍，老祖宗留下的智慧还是很好用的。读读史记一类的，如果看不进去，可以看看《三国演义》。曾小强初中毕业就没上学了，读史记一类的或许有点难度，但《三国演义》就不同了，小学文化水准都能看懂。什么时候读书都不算晚，历史上没读过书，能打仗的多如牛毛。刘邦身边的樊哙就是个屠夫，夏侯婴就是个养马赶马车的，你比他们的起点还是要高的，所以不要气馁，要自立自强。师傅，我知道了。第二，你们那边目前的战况，我想过了，如果是我，就把那些俘虏都放了，让他们去给你们招兵买马，因为他们比你们人头熟。你就告诉他们，带回来3个人就当3人小队长，带回来5个人就当5人小队长，带过来10个人就当大队长。我们有的是枪，有的是新军装，有的是钱，背后有艾隆将军支持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
至于其他的嘛，远交近攻，多多发挥老祖先们留下的智慧。曾小强一看有些懵了，把俘虏放了，他们怎么可能还回来？曾小强思索了大半天，终于想明白了。这些人当兵当习惯了，不会干别的了，去投奔其他地方，只能当小兵。现在给了他们当队长、当官的机会，他们肯定会回来，而且还有新军装、新枪啦，这点也是足够吸引他们的了。师傅就是师傅，果然是聪明啊！这个办法好，300多俘虏，一人带1个人回来，就是翻倍啊！想通了后，曾小强立刻高兴地找德彪去了。实在想不清楚，橙子将军为什么派一个厨子给我？从这几天看，这家伙就是一个废物，就会窝在房间里，什么主意都没有。曾小强从小看尽人情冷暖，他怎么可能看不出德彪对自己的态度？习惯了就不会再往心里去了。德彪，我刚才给橙子将军发短信了，他回复我了，你看这个办法怎么样？你翻译给我听。曾小强一五一十地把计划说了起来，怕德彪听不懂，甚至把其中意图分析了出来。我感觉橙子将军让咱们这么干，就是料定了这些人肯定会回来的，所以咱们大可试一试。橙子将军的话自然要听，那就这么办吧。德彪现在是基地的老大，他一句话自然是所有人都听命。关在地牢里的那300多俘虏被放了出来，一个个饿了3天，站都站不稳了。你们现在每个人都有一个当官的机会，你们现在就下山，你们自由了。所有人瞬间一片喧哗，听说可以下山，个个都很高兴。谢谢不杀之恩啊！我们再也不敢和你们为敌了，我们这就走。你们下山后，如果带1个人上山，我就给你们新军装、新装备；如果带2个人上山，就给你们手榴弹夜视仪；如果带3个人，就可以当官做3人小队长；带5个人上山就做5人小队长；带10个人上山就做大队长。当官是有固定的钱拿的，带的人越多，你们能做的官就越大。艾龙将军是从来不会亏待自己手下的。当然，如果你们1个人带不回来，你自己又回来了，我依然不会亏待你。新军装、新武器照样发，当然你们可以一去不回，但我们可是艾龙将军的队伍，看看我们的装备，看看我的军装，你们不羡慕吗？主要是还给了你们当官的机会，你们去其他地方可没这么好的待遇。现在去吃饱饭，然后下山去吧，我等你们回来。德彪将军，人就这么放走了，他们肯定不会回来的，留下他们还可以做炮灰，现在炮灰都没了。对呀，他们肯定不会傻的跑回来的。我心里也没底，但是这是橙子将军的计策，橙子将军的计策不会错的。你们看着就好了，行与不行，你们很快就能看到的。此刻曾小强站在旁边，同样一脸的自信。这些人做不了农民，做不了普通百姓，就会当兵。现在开出的条件这么好，不回来才是怪事了。果不其然，到了下午时分，就有人带着朋友跑了回来。将军，这是我同村的表弟，这是我哥们，我带了2个人来，是不是都可以穿新军装，拿新武器啊？好，去那边领。是，谢谢将军，谢谢将军。 3人瞬间兴高采烈地去领衣服、领武器。之后3、5成群的人开始不间断地回来，要官职的要官职，要军装的要军装，要武器的要武器。我德彪说什么就是什么，绝对会履行我的承诺，都有。德彪在旁边高兴得合不拢嘴，不知不觉间，德彪和曾小强的手下人数突破了1200多人，整个基地又恢复到了往日的繁华，开始在利索亚省生根发芽，做大做强。 军师，现在我们有1500人了，基地也修整的差不多了，接下来怎么发展？要不要找个城市进攻下？德彪将军，现在大城市就是送菜，利索亚省农村多，部落多，城市少。我们现在主要积攒实力，占领更多的农村，从而一点点的再向城市进发。在我们华国，这叫农村活为城市。 开完会，曾小强就把计策一五一十的告诉了陈总。师傅，你看我这个策略怎么样？你这条计策着实不错。另外，德彪没有结婚，可以和当地的部落联姻，联姻是拉拢当地部落的最佳办法。自此之后，初中没毕业的曾小强好像打通了任督二脉一般，不断的给德彪建议，事无巨细的帮衬德彪。经过1个月的发展，队伍已经有3000多人了，是那一带最大的军，有枪有炮有地盘，很是威风，并且还在继续发展。 我已经做好了德彪带领的100多人被人赶出利索亚省的准备，结果没想到这个曾小强堪比养马驾车的夏侯婴了。厨子不研究菜谱，开始研究兵法了，有意思。开辟第2战场的想法也算是圆满成功啊。此时紫嫣突然走了进来，将军，艾隆将军打电话过来说，老坎特收买了飞利浦的2员虎将，他们对飞利浦反戈一击，飞利浦被抓了，整个内罗毕省北方都要被老坎特占领了。艾隆将军让你赶紧回话呢。
我操，老坎特居然有样学样，居然玩起了釜底抽薪，用了一招用钱开道。陈子拿起手机找到了艾荣同学。将军，详细情况你给我说下。兄弟，今天下午收到消息，菲利普被抓了。老坎特直接收买了菲利普身边仅有的2员虎将。菲利普现在手上的主要2个主力旅全在这2个人手上，一个叫穆托，一个叫德罗。这俩人和当初我们刺杀的乌木和哈莱合成菲利普的4员虎将，深得菲利普的信任，现在居然反戈一击投降了。真替菲利普感到悲伤，没想到最后是死在了自己人手上。这回菲利普算是彻底黄摊子，彻底完蛋了。臣子一阵叹气。其实穆托和德罗这么做是可以想到的，菲利普被2县家基友5万元支持，早晚得失败，这2位起了一心也是正常情况。没想到老坎特居然清晰地捕捉到了这一点，现在局势瞬间让我们落入下风。兄弟，这段时间我们招兵买马，发展的迅速，人数壮大到了2万多，但是新兵太多了。马维拉作为教官，虽然加紧了训练，但是现在也很难抵挡老坎特。老坎特那边全是老兵，再加上新增的这2个旅，同样是老兵，打起来的话，绝对是碾压我们的。将军，你不用多想，让军队进入备战状态就行了，其他的等我过去再说。好，我的兄弟，你可得快点来啊，我怕我扛不住。艾隆将军此刻已经慌了，他对于这个情况完全没有准备。现在老坎特就好像是一把剑悬在了他的头顶，随时可以要他的命。菲利普是真不中用，怎么能让自己2员虎将都叛变，而且自己也被抓了？做人真够失败的。臣子一路奔袭，来到前线营帐时，哈姆、大头、马维拉还有其他黑人军官正围着地图研究。臣子一来，所有人瞬间都看向了他。我们的先知你可来了，这回可怎么办啊？菲利普已经被抓了，穆托和德罗已经明确表态要投降到老坎特麾下，他们都是政府军的，咱们想反招降几乎不可能了。此刻的局面在他们看来，想反败为胜真的很难了，几乎到了死局。反招降自然是没用的，而且也没必要。我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啊，你快说说，你有什么好办法？是啊，我的先知兄弟，我们可都靠你了。没错，这仗你准备怎么打？索比亚省和内罗毕省都是北高南低，只要他们完成合兵，然后大军压境，咱们基本就凉了。老坎特和穆托、德罗都是政府军出身，必然会在很快完成合兵的。如果穆托和德罗打过来，我们还能应付，但是老坎特要是全军压过来，咱们可就真完了。老坎特这招是真狠呐，不仅是打败了老对手菲利普，还间接的打败了我们，真是一举两得。老坎特是没有这样的谋略的，肯定是和臣子将军学的，当然也有可能是穆托和德罗看这仗打下去只有输，向老坎特提出的投降。马维拉，你的眼光还是很独到的，很有这种可能，但是此刻已经没有意义了，因为咱们反败为胜的机会只在这1天半天，甚至几个小时的时间之内了。再等下去，他们完成了合兵，咱们就真彻底完了。老坎特是不会给咱们任何的喘息时间的。他们还没合兵，还不能统一号令，还有些乱，正是咱们发兵攻打的最好时机。可现在打过去，老坎特、穆托、德罗顶多是乱一乱，不用几个小时就会恢复正常。我们或许能占到便宜，但是无法左右最后的胜负，感觉还是不行啊。对呀，我们兵源没有他们高，大炮没有他们多，我们劣势太大了。我们的先知，你到底是什么计划？我怎么感觉越听越糊涂呢？胜负在此一战，我要带领100人奔袭老坎特的军营，抓了老坎特。正所谓擒贼先擒王，这时候老坎特死了，他们肯定会乱，到时咱们的机会就来了。在场人都是一惊，觉得不可思议。这不是天方夜谭吗？这么远怎么奔袭呀？还有就是100人，连老坎特的军营都靠近不了，这就是去送死啊！老坎特在军营里，咱们100多人往里冲，怎么可能？我的先知，你这计划怎么感觉这么不可行呢？他们2家加起来几万大军，捏死咱们和那死一只蚂蚁一样啊！现在不赌一把，已经没机会了。现在不仅咱们知道菲利普完了，恐怕2军阵前的士兵也都知道了，他们会怎么样？肯定会很高兴，因为不用打了，所以会放松警惕。咱们倒是会冒充程穆托手底下的兵，就说来送菲利普的，我相信一定能一路畅通。我带队，谁愿意跟着我？胜负就在这一瞬间，再等就是全军灭亡。众人瞬间被臣子镇住了，因为从没见过臣子这么勇猛。这么突袭还是太危险了，不如找刺客啊！臣子将军，你不是和因人部落的人很熟吗？可以让他们帮忙啊！最好连穆托和德罗也杀了，他们群龙无首，咱们就有机会了。现在已经来不及了，再者说一个计策，用1遍就行了，第2遍会很难。我也不废话了，我还是那句话，谁跟我去？我的臣子兄弟，我跟你去。先知你就是我的指路明灯，你去哪我去哪，我也跟你去。艾隆将军，胜败有时候就在一瞬间，等我们的消息吧。哈姆、大头跟我走，其他人留守。遥想当年冠军侯深入匈奴背后，扫荡黄庭，锋芒俱虚。今天我臣子要来一次奔袭老坎特，擒贼先擒王。我的先知兄弟，你又嚷嚷什么呢？小心暴露了身份。
放心吧，我的大头兄弟，兵者诡道也，这叫反其道而行。老坎特做梦也不会想到咱们会直捣黄龙，再加上咱们穿着飞利浦部队的军装，他们根本就分辨不出来。我的仙子，小声点吧，前面就是老坎特的军营阵地了。你就放心吧，有我在呢，我不会把我的小命丢在这的，这次一定能成功。好，我信你。冲动吧，要是不跟来，失败了，大不了打游击去，但现在没有回头路了，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了。前面突然出现了一支部队，有坦克、步兵车，足有1个营的。坏了，这就遇到人了！所有人一瞬间都紧张地握住了枪，大头甚至子弹都上膛。咱们现在是飞利浦的军队，是德罗的军队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对面坦克的炮管瞬间对准过来，士兵们枪口也瞄准了这边，感觉下一秒就要开火的架势。大头说话，我的傻韩语不标准。哦，我好，兄弟们，我们是德罗的军队，我们奉命将飞利浦给坎特将军送去，不是敌人，咱们现在是自己人。队长，穆托和德罗的军队投降了，飞利浦确实被抓了，现在应该算自己人吧？原来是德罗的军队啊，我这就去通知我们营长，你们稍等片刻啊，去通知营长，德罗的人来送飞利浦了。旁边的传令兵向后面跑去。飞利浦的军队，这可有的瞧了，我们先靠过去看看。没错，我们原来是飞利浦的人，现在都是坎特将军的人，大家都是自己人了。你们是来送人的啊？飞利浦在哪啊？能不能让我们看看啊？为了这家伙，我们死了不知多少人了，真想看看他长什么样。此刻，哈姆从副驾驶探出头，嚣张地说：“天黑前我们要给坎特将军送去，你们看什么看啊？赶紧让路吧！投降了还这么嘚瑟，以后要跟着我们混了，还装什么逼啊？”这时营长走了过来。你们是来送飞利浦的啊？赶紧把这老家伙带出来，让我们看看。这是我们旅长德罗亲自和你们坎特将军商量好的，不好耽搁时间，还请放行吧，天马上就要黑了。这样啊，行了，你们过去吧，仗打完了就是自己兄弟了，让行让行。兄弟，谢谢啊。哈姆感谢了一句，立刻带着部队过去。我的天，吓死个人！那可不，这么近距离，如果被发现，咱们只有死啊！他们果然在知道要胜利后就放松警惕了。我的仙子兄弟果然是料中如神。我的橙子兄弟，这个小营长好骗。后面呢？要不咱回去吧，再想其他办法。太公没有回头箭，第一关是最难的。后面的人看咱们突破了第一关，反而不会再检查了。走吧。有道理，第一关都过来了，后面就是老坎特的腹地了。军队乱糟糟的，就更没人管了。吉普车和步兵车开始在老坎特开始各自排团的小股部队屡次遇上，基本都不询问了，因为他们属于后方。坦克大炮放到一边没人管，会有些大战过后马放南山的。老坎特就在这个大营里面，现在就看你们的了，成败在此一举。放心吧，我的将军，最难的就是穿越千军万马，人既然到这了，剩下的就容易了。切记不要闹出太大的动静。我的将军，你们就放心吧，我们去了啊。紫烟和阿依莲迅速消失在了黑夜之中。最初制定出这个计划时，我就要定前线正处于一个混乱时期，可以轻松过关，但想在大本营里搞定老坎特可就难了。所幸二女保证，只要能穿越千军万马，来到老坎特营帐之外，就能搞定老坎特。那此刻也只能看紫烟和阿依莲的本事了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怎么会在这里？在这里干什么？臣子踹了哈姆一脚。说话别害怕，我们是德罗的手下。各位不要开枪，咱们是自己人啊，我们是德罗将军的手下，来见坎特将军的。这部车坏了，郑兄呢？为了装样子，已经提前安排了士兵正在那假模假式的修车。是吗？你们是飞利浦那边的部队，我们怎么没接到通知啊？那我们就不知道了。不过这一路上的人都知道，要不然我们怎么过来的？这话倒是对，那边就是坎特将军的军帐了，你们走过去不就行了？在这等什么呢？兄弟，事情是这样的，飞利浦在车上呢，我们的任务是把飞利浦给坎特将军送来，车坏了，不好办。你说什么？飞利浦在车上？你们原来是来送飞利浦的？那坎特将军肯定高兴。我们在大帐外巡逻时，不知听到多少次坎特将军骂飞利浦的话，我还说那天都这么黑了，你们还在这捣鼓。对，我们就是听命行事。坎特将军肯定等急了，我帮你们一把吧，一起护送飞利浦过去，反正都是自己人了。哈姆看了看臣子，臣子一点头。也好，几位过来帮忙啊！一会儿见到坎特将军，我一定给你们美言几句。好，飞利浦长什么样子我还没见过呢。兄弟们，飞利浦就在运兵车里面，想看的可以凑近点。巡逻兵们一个个好奇地向步兵车靠近。臣子动手的指令一发出，手起刀落间，巡逻兵们一点声音都没发出，全都命丧于此。全都给我塞于兵车里去，动作快点！臣子这次带的士兵都是百里挑一的战斗，干净利落，很快就处理干净，全都塞了进来。先知巡岗的消失了，要不了多久就会被发现。那两个女杀手行不行啊？怎么还没出来啊？是啊，臣子兄弟这么等下去，可是要出大事的。我的仙子，要不咱们撤吧？现在还有机会趁着夜色离开这里。是啊，不行撤吧，要不然可就来不及了。
再等等。臣子盯着表，1秒钟1秒钟的盯着，仿佛每一秒似乎都听到了自己心跳。很快，2个人影闪过，紫嫣、阿一莲提着一个干瘦老头回来了。我的将军不负所望，活的抓到了！太好了，塞进步兵车，快！啊，没啥，抓的活的。老坎特被扔到了步兵车里面，紫嫣和阿一莲也钻了进去。走上车！1秒不带耽搁的，所有人迅速的上了车。只要没离开老坎特的军营，就没有脱离危险，所以速度一定要快。是将军，坐稳了。先知啊，为什么抓活的？这多危险啊！杀了不就行了，何必这样呢？杀了，很快就会被发现，咱们更难逃出去。如果不见了或者失踪了，他们就会到处找，咱们反而有时间趁乱脱离这里。所以我让他们姐妹抓活的，实在不行才杀了，但尸体一定要隐藏起来。他们抓到了活的，说明不仅是士兵们放松了警惕，老坎特恐怕也认为自己赢定了。冠军侯、李天王、月爷爷，谢谢你们保佑啊！千里奔袭，直捣黄龙，成功了！你们王室下的依然好使啊！臣子兄弟，你这一招必然会载入冈比亚的历史。你是我哈姆这辈子最佩服的人，没有之一。老坎特就这么被咱们抓了，这是怎么这么邪乎啊？宣之，你这也太神了吧！怎么料到一定会成功的？我现在也感觉很梦幻，这简直神话一般。臣子兄弟，赶紧给我们哥们说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凭着鬼刀也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才能出奇制胜，反败为胜。老坎特怎么都不会想到，在他刚刚赢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时，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。人在胜利后就放松，而最佳时机已经被我们洞察了，所以他被咱们抓了。现在胜利的天平已经归属咱们了。可这怎么感觉还是那么的不真实啊？要不我把你们俩送去运兵车里，让你俩守着老坎特去，这样你俩就能好好确定了。还是算了吧，里面遍地全是尸体，我们俩还是跟你在外面吧。这俩长腿美女居然说抓就抓来了，早就听说过姻缘部落的刺客们很厉害，没想到这么猛。是啊，太牛了，抓个3军统帅如探囊取物一般。以后啊，咱们也得提防了。没错，太吓人了。这么一想，老坎特等会肯定想尿个吧？我看差不多。哈姆、穆罕默德哈哈大笑起来，在月光的照射下，车队带着老坎特奔向了艾隆将军的大本营。臣子这一次多半是要有去无回了。是啊，这么往人家军营里冲，这不是找死吗？先知一死，再加上穆罕默德、哈姆也不在了，咱们还怎么打啊？我该劝住臣子兄弟的，他们3人是我最重要的3位将领，胜过自己手下全部兵马。兵马没了还可以再招，如果他们3个没了，这仗真没法打了。都不要乱嚷嚷了，先知这么做，自然有这么做的道理，你们就不要乱说了。天亮之前别早下决断，一切有我在呢。是，将军。天亮我就找机会回南非，年薪不要了，反正我有3000万美金了，下半辈子怎么花都够了，还打个屁啊！首席谋略大师和2员大将都死了，还是直接散了吧。忽的一阵狂风卷入了会议室内呢，哈姆、穆罕默德驾着老坎特笑着走了进来。艾隆将军，你们看，我们抓来了谁？我的兄弟，你们回来了，我不是做梦吧？哎呀，风是冷的，不是做梦，不是做梦。你们回来就好，你们能回来就比什么都强。你们回来了，臣子兄弟呢？在这呢，你们先看看，我们把谁抓来了？我的天，这不会是老坎特吧？马维拉立刻去辨认，他对老坎特。我的天，没错了，就是老坎特了。什么？老坎特？是真的，这就是老坎特，化成灰我都认识。我的兄弟，你们真的去了老坎特的大营，把老坎特给抓来了。我的臣子将军，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啊？怎么把老坎特给抓回来了？这太不可思议了吧！千里奔袭敌营，刺杀老坎特已经过不可思议的了，现在居然把老坎特给抓来了，这简直就是神迹啊！对呀，这么邪乎和不敢让人相信的事，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啊？傻眼了吧？惊呆了吧？这就对了，妈的，我自己现在都觉得不可思议呢。老坎特让我们抓回来了，你们就说牛不牛逼吧，厉不厉害吧？牛逼大发了，厉害的让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了。但问题是，你们到底是怎么抓到的？别卖关子了，赶紧快说说。先知就是先知，一切都如先知料想的一样。老坎特的士兵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，军营里极为松散，我们长驱直入，直接就到了老坎特的大本营，根本没什么人询问，甚至还有人给我们指路呢。这真的假的啊？你们就这么冲进去了，就没人管，没人问，怎么感觉太假了啊？艾隆将军更是直接拉着臣子坐到了主位上。哎，这个位置我怎么能坐呢？得艾隆将军坐啊！哎呀，这时候了，就别管这个了。我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啊，你就赶紧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马维拉从没打心底里的佩服过任何一个人，是任何一个人，包括我的老上司老坎特。此刻我对臣子是打心底的佩服了，
第一次交手，我们对未来战略的规划来了一次 PK， 我输得体无完肤，但是也没特别佩服。第二次橙子一招刺杀之际，而后迂回包抄，让艾隆将军占领了内罗毕省的整个南方，让菲利普真真正正的走向了灭亡。我只是感觉这人很有实力，现在橙子居然又把老坎特给千里奔袭的抓了过来，这太神乎其神了！如果不是亲眼看见了老坎特就在眼前，我是一定不会相信的。我替爱和尊敬的橙子将军，你快说啊！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，和我最初设想的一样，他们经历一场旷日持久的苦战，突然获得了胜利，必然会放松警惕，这是人性使然。在这片战场上，咱们和老坎特可是盟友，菲利普投降了，在普通的士兵眼里，恐怕就没有敌人了，怎么会怀疑咱们去冒充菲利普的士兵偷偷潜入呢？所以我们自然的能很顺利的混进去。你们就没遇到任何的阻拦了，就直接进去了？怎么可能没有？第一关是最难的，进去之后问的人就不多啊，不过终归是万变不离其宗，他们放松了，咱们的机会就来了。那你们又是怎么把他抓来的？是啊，不是去杀老坎特的吗？怎么还抓活的？这可更困难啊！一个三军统帅在自己大本营里，几万大军的保护，现在直接把他这个三军统帅给抓出来，还抓了活的，这得多难啊！这事你们得问他俩了，老坎特是他俩抓的，我们只是负责在外围接应而已。最大的功臣是这2位来自鹰人部落的大美女。我们知道你们鹰人部落擅长刺杀，非常厉害，但你们是怎么把老坎特抓出来的？快跟我们说说。美女们就别藏着掖着了，说说呗。其实很简单的，橙子将军把我们带到了老坎特的军营之外，我俩就趁着夜色摸了过去，和橙子将军预测的一样，老坎特自己也放松警惕了，所以他的军帐内只有他和几个军事参谋在说事。我俩一看这不能动手啊，因为一旦动手必然会引起骚动，所以我俩左右找了找，发现军帐外有个单独的厕所，感觉8成就是专门给老坎特修建的。我们俩就去厕所等他，说巧不巧5分钟吧，他就去了，然后我们就把他打晕带出来了。啊！你们在厕所等他，如果他1个小时不去厕所怎么办啊？你们这个选择太大胆了吧？成年人3、4个小时不去厕所也是有的，而我们顶多再等你们10分钟，因为我们遇到了一个巡逻队，如果再多等就有可能彻底完了。是有些大胆了，但你给我们的任务是让我们不要打草惊蛇，我们只有去厕所里等了，只能说是老坎特命里该有此节吧。你们就确定那个厕所是老坎特用的？如果是其他人的呢？或者说是公用的呢？当然，并不是质疑你们，我只是很好奇你们作为顶尖刺客的选择，好奇的问一下而已。我们刺杀了那么多人，我们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刺客，或许有了第6感吧。反正我们的判断很少出现失误的。而那一刻，我们感觉厕所就是最佳选择，所以我们就去了。老坎特啊，老坎特，居然在最脆弱的时候被你们打晕了，一会儿醒过来，他肯定会傻眼。没错，没错，我恨不得现在就看看老坎特醒来的样子，肯定很有意思。你们是怎么把我抓来的？这不可能的，除非你们会魔法。有我家先知在，什么都有可能。你还是先想想怎么救我们饶你一条小命吧。没错，我们现在想杀你，和捏死1只马楼一样容易。是不是我的手下出卖了我，把我送来的？要不然你们不可能抓到我。你告诉我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想我告诉你可以，但是你要先告诉我，你是怎么买通的穆托和德罗的？我知道你是那个给艾隆出谋划策的华国人，是吗？哎呀，居然知道我，对，就是我，艾隆将军的谋士臣子。你们以为你们现在抓到了我，如果再让穆托和德罗投降在你们的麾下，你们就赢了，对吧？对，你给多少，我们翻倍，而你又被我们抓了。我想德罗和穆托不是笨蛋，一定会同意的。这个局面你无法改变，如果你配合，或许还有活下去的机会。活下去？我还能活着出去？好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但是你们怎么抓的我，必须告诉我。没问题，我答应给他们俩1人5000万美金，而且已经给了他们2000万美金做定金，他们就同意了。什么？5000万美金？他们就把菲利普给卖了？穆托和德罗可是菲利普的心腹啊，而且2人都掌管着一个整编旅的绝对的实权人物。你给5000万美金，他们就把主子卖了？菲利普可不是一个吝啬的人，他的手下应该有钱赚吧？怎么就这么便宜就把菲利普给卖了？如果是之前，不要说5000万美金了，1亿美金也不行。但我们打了好几个月了，都打累了，也都打疲了。何况菲利普已经没有外援了，败是早晚的事。我是给他们一条生路，他们自然会同意。5000万美金不少了，他们可以找我们啊，我们可比你慷慨多了。你的吝啬可是出了名的。哼呵，他们或许是看不上你们吧。艾隆将军，找到穆托和德罗的电话，告诉他们老坎特已经被咱们抓了。他们如果还想抽身而退，想拿钱走人，或者某个好前程，就都想到咱们麾下，1人1亿美金。他们可以瞧不起咱们，但不会瞧不起钱。好，我这就去做。我已经回答了你们的问题，你该告诉我了，你们是怎么把我带到这里的吧？如果说谁真有这个本事，把我无声无息的弄过来，一定是眼前这个臣子了。好，我们华国人言而有信。臣子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的说了一遍。
我这就叫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学到了吧？学去了我收买人的套路，不够用。你啊，别看岁数大，但还是太嫩了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你在骗我，你肯定是骗我的。我们骗你个屁啊！都是阶下囚了，还骗你？你当你是谁啊？我的坎特将军，作为你的前属下，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，事情就是这么回事，一点偏差都没有。你会感觉不可思议，因为这就是臣子将军用兵神奇的地方。我马维拉一辈子没发自肺腑的佩服过谁，这一刻臣子将军就是我一生最佩服的人。臣子将军就是先知，就是军神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你可真是用兵奇才，因为你们只有这么一点点的机会。明天一早我就会和德罗、穆托会合，到时就会大军压境，直接打你们。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你们直接就是灭亡。那时你没听说过我祖先的那些事迹，听了你更得傻眼。你的大军此刻肯定已经忘了，一旦你被抓的消息传出去，你的手下必然会有人趁此机会占了你的权，成为新的将军。我想这个可能性还是很高的，你应该也能想明白。你的家人还在苏比亚城，我想他们是不会放过你家人的，因为你的家人手里有钱，你家人还什么都不知道。你现在还有机会救你的家人，告诉他们赶紧逃，要不然等待你的就是家破人亡。我的这些手下都不是善之辈，带兵打仗的也没几个是善之辈，不想当将军的不是好士兵啊！这次肯定有人会借此机会想要上位，闭着眼我都能猜到有谁，自己的一切必然会遭到清洗，钱财和产业被夺走，这也是铁定的。不想想自己，也想想家人吧。你拼了一辈子，吝啬了一辈子，不就是为了你的家人吗？如今你被抓了，你的产业和钱财被他们掳走，这辈子可就算是白混了。好好想想吧。老坎特，你现在如果打电话通知你的家人，趁着你的大营还在乱，直接拿钱离开，这样最起码还能留下你的血脉。而如果你不打，你的家人不知情，等待的就是死亡。这很好选吧？哎，那条件呢？你需要我做什么？你就不能自己想想，你还有什么利用价值？动动你的脑子，难不成非得我把话说明白吗？我虽然被抓了，但部队里还有我的铁杆。你是想让我命令那些人投降过来是吗？穆托和德罗必然会投降，整个内罗毕省和苏比亚省都将臣服在艾隆将军旗下。他们投降在我们这边也是一条生路，要不然就是死。所以你现在是在救他们。我懂，我是想问，我这么做了，你们能放过我吗？这就要看你的表现了，表现得好，我或许会留你一条命。我打，我配合你们收服我的部队。痛快！对了，鹰人部落在我手上，如果你反悔，你的孩子们不管跑到哪，我都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。抓你就是个猎死。放心，我是个服输的人，我输了我认账。一夜之间恍然如梦啊！是啊，一天前咱们还是三足鼎立的局面，7、8个小时前咱们还是处于完全被动的局面，现在内罗毕省和索比亚省都归咱们了。整个冈比亚一共7个省，有2个省已经在咱们掌控之内了。咱们现在是整个冈比亚最大的军阀了。有臣子将军在，冈比亚早晚都是咱们的。没错，我们将在冈比亚建立一个新的国家，一个由咱们说了算的国家。我的兄弟，自此这一刻，一切都变了。咱们成了全国最大的军阀，咱们有了统一冈比亚的资本。你就是我的第1大功臣，我要大大的奖励你。你想要什么吧？我绝不含糊。你要1个省，我都给你。臣子突然灵光一闪，我的将军，你不该只想着封赏我一个人，你该封赏所有人了。这些跟你打了这么久仗的兄弟们，该好好册封的了。对，艾隆将军，你现在已经不是草头王了，而是全国最大的军阀了，该名正言顺的做个2省总长类的了。没错，艾隆将军，我也想混个大官当当。如果让我妈知道我当了大官，不是在什么土军阀里乱混，肯定高兴的不要的。2个省就是10几个城市，这些人随便混个市长当，问题都不大。一个个翘首以盼的看着艾隆，双眼冒光。哈姆，册封你为五虎上将、后将军。谢谢，艾隆元帅。大头，册封你为五虎上将、左将军。是，艾隆元帅。马维拉，册封你为五虎上将、右将军。是，艾隆元帅。巴特曼，册封你为五虎上将、中将军。我异父异母的亲兄弟，你帮我规划下该怎么封赏啊？我是一点都搞不明白。简单，现在我们已经掌控2省之地，就不能再喊什么将军了，这称呼太土了，烂大街了，已经配不上你了。以后啊，大家都喊艾隆元帅，你们看怎么样？可以啊，这个称呼好。对，艾隆将军掌握了2省之地，就该是元帅了。还是先知有先见之明，就该喊艾隆元帅了。好，那我就听臣子兄弟的，我就是元帅了。而我做了元帅，你们啊，必然有其他大官当。另外，军装也统一下，现在我们是正规军了，再穿的乱七八糟的也不像话。这个建议好，我们是正规军了，以后也要往正规化建设去发展了。着装一致也更有助于维护军队的纪律和秩序。好，我的臣子兄弟，你安排就好。正如到了某个点，很多手下人会劝谏自己辅佐的主公当皇帝，因为只要你当了皇帝，手下跟着的人才能当大官啊！你不当皇帝，我们跟你混个屁啊！这一刻就是这个情况了。你们
你们姐妹才是最大的功臣，想要什么奖励随便提，我能给的我都给，给不了的我想办法给。你要真心想给的话，你给就行，别人也给不了。行啊，我给，只要我有的，你们随便拿。紫嫣、阿依莲一左一右挽住了臣子的胳膊。将军赏赐给我们一次给你生孩子的机会吧，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像你一样聪明。对，我们不想给任何男人生孩子了，你是我们的最佳选择。啊，不好吧？虽然我有，但这事很难办啊。我们给你生儿子，这不就行了？部落的规矩没破，我们的孩子还有了你的血脉。这你们怎么确定生儿子啊？生女儿当刺客太危险了。你们华国有句古话说的不是很好吗？腰细屁股大能生儿子呀。哈哈哈，那我就只能赏赐给你们这个了。我的美女保镖们，晚上等我。艾隆完成了对索比亚省和内罗毕省的统一之后，就自称了元帅，然后公告了整个冈比亚7省。国际新闻都报道了，称之为冈比亚最有权力的男人，未来统一冈比亚的男人，结束冈比亚混乱的男人，一时间风光无二，无数东西方媒体过来采访，也开始册封了这些年一起跟着他打仗的兄弟们。我异父异母的亲兄弟，你既然那么喜欢拉巴城，你以后就是拉巴城城主，拉巴城的一切都归你所有，赋税、钱财，你想怎样就怎么样。再封你为五虎上将之首、前将军、全军总参谋长，总揽军政大权。除我之外，你的权力最大，可统领3军，可任命一切官职。是艾隆元帅。哈姆册封你为五虎上将、后将军。是艾隆元帅。大头册封你为五虎上将、左将军。是艾隆元帅。马维拉册封你为五虎上将、右将军。是艾隆元帅。巴特曼册封你为五虎上将、中将军。是艾隆元帅。其他人稍后一一封赏。册封完，臣子倒是清闲了，在拉巴城这个海滨城市做起了他的拉巴城城主。如果有一天艾隆元帅能够成为冈比亚的总统，那自己没准能坐上总理吧。将军，华夏大使馆来人了，说有事相商。不，安排他们到1号会客厅，我马上过去。臣子将军，是这样的，内罗毕省和索比亚省2个省的南方是有一片连绵起伏的山川的，将2个城市的南方全部隔开了。华国政府早在冈比亚没内乱前，就和当时的政府提议过，可以帮忙修建几条穿山隧道，这样两边来往就顺利了。这感情好啊，要是父先修路总没错的，现在修到哪了是？还没动工，前期因为经费的问题一直没谈拢，后面开始打仗就停止协商了。现在2个省也统一了，华国想和你们合作重启这个项目，你看怎么样？2省打通了才算得上真正的统一，我这边没意见。后面我通知下艾隆元帅，问题应该不大。至于经费的问题，拉巴城山脉里面的一个金矿的处理权，艾隆元帅交给了我，以金矿石抵经费，你看如何？这个没问题，但是我们需要测量下金矿石。可以，你们不光要测量，还要派技术人员帮忙挖金矿。这边的开采技术毕竟比较落后，开采后以金矿出产的金子偿还修建穿山隧道的钱，还有工人们的劳务费。大使馆人欣然同意，总部也设在了拉巴城。这一下子，拉巴城里的华人多到几乎可以随处可见了。不错，不错，我真是厉害啊！居然真把拉巴城建成了非洲的华人基地了。哎，马上要进入12月下旬了，要过年了，自己回家的事还能履行吗？官职越大越不好离开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啊！漂亮国旗，我根基未稳。竟扬言让我离华国远一点，否则让我承受雷霆一击，我反手就连。我们哥俩真是走运了，提前结识到了您。老朋友了，就别那么客气。什么拉巴城城主、全军总参谋、总揽军政大权，那都是虚衔，不足挂齿，不足挂齿啊！您客气了，您现在就是整个冈比亚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了。我的法克都是虚线，你还背得那么清楚干嘛？怎么这次来还是推销军火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我们现在有钱了，不是什么突击步枪、坦克大炮就能满意的了。我们要飞机，要无人机，要导弹，要舰队，怎么样？你们搞得到吗？臣子将军果然还是那么念旧情，不忘老朋友啊！只要您要，我们就能给您弄来。对的，只要您有钱，漂亮国总统的空军1号，我都能给您搞个一模一样的。这话我爱听，我现在是总揽军政一切大权，我就想给艾隆元帅整个空军，再整个海军，要不然他这个元帅只能是陆军元帅，我可是要我家艾隆元帅当真正的海陆空3军元帅啊！没问题，我敬爱的臣子将军，您就说吧，您想要什么舰队吧，还有您想要什么型号的飞机，我们一定都给你弄来。这些漂亮国的军火商能量还真是超乎想象啊！看来舰队、飞机什么的必然是真的能找哎。德科、爱丽丝，不要说老朋友不够意思，我现在的心思全都放在了这上面，你们就尽管去找，越先进越好，我不会让你们吃亏的。好，我敬爱的臣子将军，放心包在我们身上了。臣子将军，其实我们这次来是为了另办一件事来见您。漂亮国的非洲战略中心的斯特恩将军想与您通话。漂亮国的非洲战略中心，斯特恩将军找我什么事？漂亮国这个国家是个全球性国家，几乎全球的所有地区都有他们的军队驻扎，每个大陆都有一个战略研究中心，美其名曰是维护地区和平。
其实就是来打击那些不愿意听他们话的国家。所以这个非洲战略研究中心其实是个很有实权、很厉害的存在。非洲一般的小国都听其指挥，没想到我这么快就涉及到了这个层面了。我们敬爱的臣子将军，我们二人虽然是漂亮国人，但我们是纯正的生意人，这些事我们是不想参与的。奈何斯特恩的权限很大，是非洲北非部的负责人，我们不得不帮忙。至于他找您什么事，我们就真不知道了。这是要我站队啊？艾隆之前是个小军阀，没接触到这个层面，统治了2省之后，成了冈比亚最大的军阀，那么就必须得站队了，背靠大哥才好混。这队战不好，也许就有可能覆灭了。这就是小国的悲哀。这个非洲战略中心的斯特恩将军是否联系过艾隆元帅？将军，这我们无从得知，确实不清楚。行了，你们打过去吧。好的，臣子将军。爱丽丝拿出手机，拨出了斯特恩的电话。是不是臣子将军就在电话的那一头啊？我是斯特恩将军，很高兴与你通话。臣子拿过电话。对，请问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总感觉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既然臣子将军直接问了，那我就不墨迹了。我们是想通知您一件事，我们非洲战略研究中心研究过了，你们如果和华国政府走得太近，对于你们的局势可并不是一件好事。希望你能看清楚这一点，不要和华国再有什么往来。你应该和我们漂亮国有更多的交流，这样你们冈比亚的政权才能真正掌握，而不会半途而废。我操，这是一下子就来王炸，还研究过了，不能和华国走得太近。我不相信你不知道我是华国人，这麻痹的也太挑衅了。我想请问下斯特恩将军，你们是怎么研究出这个结果的？有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啊？简单啊，我们的数据表明，你们如果和华国走得太近，会遇到很多敌人，比如你们周围的凯撒军阀和韦德军阀，他们可是很听话的哦。这2家听了你们的话，所以发展得很好，是吗？哈哈，如果你们听话，你们只会比他们会发展得更好，会得到我们更多的帮助。我们喜欢听话的盟友，不听话的只会承受我们漂亮国的雷霆一击。我想你们没有能力承受的，还是听话比较好。这掉毛是挑明了，已经暗中资助了凯撒军阀和韦德军阀。麻蛋，这2家都是占据1省的大军阀，如果我们不听话，他就挑唆这2家打我们，迫使我们听话，从而成为漂亮国的锅腿子。我想这话，斯特恩将军该找我们艾隆元帅啊，找我文不对题啊。我只是艾隆元帅的手下而已，这样的大事和我说是没用的，我做不了主啊。你们的艾隆元帅避重就轻，一直没有见我，而你是他的智囊，他对你言听计从，所以我想你应该比他更明白。虽然你是华国人，但是跟着华国走是没有希望的。在非洲，我们的力量华国无法抵挡，你们更无法抵挡。希望你能明白，不要激怒我们，激怒我们可没有好结果。那你可是高抬我了，这事我也做不了主，这事我得和艾隆元帅好好商量商量啊。我希望你们能珍惜你们的劳动成果，尊重我们的研究成果，给自己谋求一个更好的结果。卧槽你妈隔壁，妈了个逼的，敢威胁我，我他妈的就不配合，你能怎么的？老朋友，不要说我不够意思啊，军火生意暂时取消，以后咱们再谈。德科，爱丽丝看得出来，臣子是真生气了。好的，将军，我们下次再来。您先休息，如果需要我们帮忙的，尽管说，我们很珍惜与您的友谊的。哎，看来生意结束了，不会再有了。而后德科、爱丽丝郁闷地离开了。漂亮国可以呀，敢这么明目张胆地干涉我们了，那我就狠狠地打你的脸。臣子拿起电话，直接得罪了我们。吴馆长，帮我联系国内军火商，我要买飞机、军舰，我他妈都要把冈比亚建成北非的第一反漂亮国的国家。操作为大使馆的武官，消息不可能获取不到，立刻一层层通报了上去。